那个宫女端着东西轻轻离去，并没有惊动任何人，也不过是很短的时间，纪云鹤已经听到了这一番话，一字不漏，一字不错。那老东西口气不小，有难处还不知足，还要天启。想到这么些年父皇小事自己斟酌，大事都是那个老东西决断，他就心头发狠，去传一个消息。与此同时，这一番话也放在了景亭的桌子上，这般就和他想的差不多了。王爷，成州京城今天爆发出新的密闻，说太后是天齐大长公主。那就让这个消息传得广泛一点。不到半天时间，京城都知道了南楚太后是天齐的大长公主，相信明天列国都会知道，然后坐山观虎斗，这明显就是窝里斗啊。夜色深沉，景亭带着几个人直接去了威远侯府，那些侍卫都是醉醺醺的睡在屋子里。爷，刚刚来的消息说威远侯今晚留在宫中没有出来。不要惊动人，搜。王爷没有。烧了。烧了？全烧了？本王要把威远侯府夷为平地。夜色里，被打晕的侍卫拖了出去，火光冲天而起。不仅仅是如此，夜色里，成州往北兰江的方向红了半边天。天齐打过来了。都是太子和那个老妖婆引来的，以前咱们也过得很安稳。收拾，快跑吧！整个京城乱作一团，人群后的屋顶上，景亭站在高楼遮挡的阴影里，远处一队人马匆匆赶来。景亭瞳孔一缩，这装扮分明是盛长歌才有的。一粒石子骤然从他的手里射出，威远侯被石子的力道带着，直接滚落在地上，还真的是孟云晴。抓走。话音落，就看到一片暗影闪过。威远侯呢？妈呀，有鬼呀！与此同时，宫里的某一处也突然火光四起。快点儿，太后还在屋子里！救人！窗户破开一个洞，一个圆球滚了出来，里面可不是披头散发、衣衫不整的太后吗？他回头看着窗户上的洞，那里面一只手维持着推他的姿势，整个宫殿在大火里开始坍塌。太后呆呆地坐着，良久不发一语。那人似乎是堂长史。不想死就闭嘴，你什么都没看见。堂长史深夜在太后的房间里，太后衣衫不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还要问吗？扶起来太后，送到别的宫殿安置，叫太医。说完这句话，他转身就走。叫黑影过来，今晚救火的这些人不必留着了。北边兰江边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也走水了？消息还没传回来，但是威远侯府被人烧了。夜色里，一群黑衣人扑来，惨叫声连绵不绝。别殿的太后听着，只是端着茶杯喝着热乎乎的茶，哪怕听到贴身嬷嬷喊叫大长公主救命，她都无动于衷。怎么回事儿？禀太后，厨房进了野物，打翻了灯台。多么敷衍的说法。哼，让皇上和秦王来一下。纪云鹤倒是急匆匆地赶来了。皇祖母，你对南楚皇位有兴趣？孙儿不敢。不想当皇上的皇子不是好皇子，想也是正常的。你同哀家虽然不亲近，终归也是哀家的孙子，你们谁坐上那个位子，哀家都稳坐在此。纪云鹤不发一言。哀家给你一道旨意，去兰江边驻守，寻找机会渡江，和太子里应外合，先解广陵之围，而后各凭本事，成王败寇，你懂的。还是想让他去给太子铺路。母后是什么意思？去查查威远侯府是怎么回事。纪云鹤应了一声，转身退了出去。皇帝是什么意思？哀家说江夏和建平同时渡江，到如今皇帝并没有下达任何命令，难道你要太子死在广陵？
他既然要当南楚太子，自然要有拿得出手的功绩，不然呢，让其他人给他铺路，他能服众吗？哼，看来皇帝是嫌弃我这个老太婆多管闲事了。南楚皇帝没有回应，就等于是默认了。哼，站稳脚跟了，不是当年了，是吗？是呀，儿臣应当谢谢母后，当年送父皇回来认祖归宗，替父皇弄死几个兄弟，最后让儿臣上位。但是儿臣已经是不惑之年了，母后安享晚年不好吗？挑起战争对谁有好处？你个窝囊废！母后累了又受伤了，就好好休养吧。你可别忘了，我既然能一手扶你上来，自然也能是别人。你是说黑影听你命令吗？你怎么会有这个令牌？太后慌忙摸自己的衣服，才想起来刚刚换衣服似乎没有带着。你的黑影10年前就是我的黑影了。你想要做什么？你想要哀家功亏一篑？你个逆子！儿臣要问问你想做什么？当年你嫌弃你的父皇2个儿子平庸，不把位置给你，所以你盯上南楚。天齐是穆家的，是你的娘家，你要损坏；南楚是我晋家的，你要占有。扶我上位，培养我儿子，你想要的不是这个位子吗？你想要当一代女王，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吗？天齐多少儿郎死在你手里，天齐多少儿郎为你铺路，你的双手沾满了鲜血，如今你也要我南楚皇子尽数上战场，你是什么目的？断了南楚血脉，南楚就是你的了吗？不怕告诉你，堂长史一直都是我的人，你那些龌龊心思、龌龊事，没人比我更清楚。去传朕的命令，南楚兵固守江边，至于广陵，生死随命。太后猛地吐出一口鲜血，整个人眼前一黑，倒了下去。南楚皇帝还没有走到前殿。皇上，兰江边驻军粮仓都被烧了。什么？粮仓被烧？敌军偷袭，因为浅塌落水，死伤无数。天齐兵过江了！天齐兵过江了！沿江的北大门已经在天齐兵的手里了。太子仍被困在广陵，突袭失败。召回亲王威远侯，传召各位大臣前殿议事。深宫里，太后悠悠醒来。太后，南楚粮草被烧，兵士践踏溺亡无数，天齐兵已经占据南楚北大门。太子呢？突围失败，困于广陵。皇上呢？有没有派兵去救？前殿在议事，多数主张议和。谁去救太子？无人提及此事。无人提及？无人提及？难道那不是他的儿子吗？来人！主子，用尽一切办法带太子回来。主子，启用手下那支队伍吗？对，哪怕南楚偏安一隅，也要是我孙儿的。孟云清只是感觉自己浑身骨头都是疼的，隔壁似乎有断断续续的说话声。阁主，苗疆大长老被囚禁了，苗疆圣主被杀死，早已经是3位长老上位。孟云清和孟云星就是3长老的女儿柳氏生的。这3长老没有儿子吗？为何圣女和少主之位是孟云星和孟云清？3长老儿孙早已经在上位争斗中死了，偏偏孟云清和孟云星都有天赋。知道怎么做吗？知道，布置妥当了。孟云清心口狂跳，一种不安在他的四肢百骸流淌。听真切了，你是谁？这里是南楚，我是威远侯，你想要做什么？威远侯，哼，一个虚名，你倒是当个宝。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南楚的威远侯不过是个虚名，因为你对他们没有用。若是苗疆的现任圣主死，你还有什么依仗？到底是谁？我和你无冤无仇。无冤无仇。盛长歌呢？若是盛长歌，倒是真的有点什么可以交流。盛长歌自然在我的手里，我们要成亲了。成亲？是啊，成亲。不知道威远侯何时成亲？本阁主送你一份大礼。你若是不把我弄来，估计就这2天了。你不敢杀我，不敢。渐渐刺深了几分，鲜血奔流。我给盛长歌下了锁心蛊，我死他死，他死我不会死。我也可以催动蛊虫，现在就让他死。你要试试吗？所以你和他锁在一起了，最好放了我，不然我现在就催动蛊虫，你的盛长歌只怕熬不过这种痛楚。来人！有蓝衣蒙面的人从外面进来，揍他，不死就行。那蓝衣人也不说话，
按住孟云清就拳打脚踢。我现在就让盛长歌死！我现在就让盛长歌死！你信不信？一天3顿饭不要少了，好好养着，一天揍1顿就行了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景婷，你是景婷。盛长歌喜欢你又怎么样？他只能是我的，永远都是我的，永远都只能站在我的身边。景婷不语，脚只是一踢，一会儿小石头砸进孟云清的嘴里，吐出一口血水，里面还带着2颗牙齿。景婷，我要宰了你！让开让开！成州的街道上，传令兵策马疾驰，从北边来的，难道战事不利？让让！又是一道声音传来，这一次是从南边来的，难道南边也出了什么问题？宫门口很多人探头探脑的打听，不一会儿就有消息传了出来，苗疆世主上位的3长老死了，大长老联合众人已经选了新的圣主，并且撕毁了和南楚的条约。这是说苗疆反了，那骄阳公主和威远侯自然是滚出南楚啊！你们不知道，更隐秘的消息是，太后竟然是天齐的大长公主。怕不是她心系天齐，故意让南楚乱起来，让天齐攻入南楚，其心可诛。宫门口有人叫着，大长公主是天齐奸细，滚出南楚；太子是灾星，不适合当南楚储君。而骄阳公主府的门口，烂菜叶子臭鸡蛋更是扔满了大门。给本公主杀了那些贱民！那群侍卫不动，看着骄阳公主的目光并不闪，叫不动你们是吧？杀了他们！我可不敢。各位侍卫大哥武艺高强，商洛不是对手。今天是出不去了，咱们回去喝酒吧。商洛啊！商洛似乎没有听到，头都没有回一下。商洛，想想你的父母。你再说一遍。我不说了，你的父母我会好好供养的。他到南楚的时候，父母已经不见了。咱们去喝酒。商洛低头扫了一眼。商洛，你看本公主对你多好，你可要知足，本公主的耐性也是有限的。公主，皇上让您进宫一趟。骄阳公主冷哼一声，去换衣服。少主，苗疆换了圣主，魏远侯被人抓走了，西岳商户已经被盛世子安置妥当，没有多少损失。大小姐在天齐和盛世子母亲在一起。哥儿呀，让哥哥如何不挂念你呢？他仰头看着天上红彤彤的太阳，似乎看到眉眼弯弯、红衣烈烈的盛长歌。从来没有任何一人那么耀眼的出现在他的面前，让他控制不住目光。可惜，但是那又何妨？陪本公主进宫。马车在成州街道上疾驰，京城的百姓见到了，都是呸一口。商洛的目光盯着路边酒楼的窗口，一个浑身黑衣、戴着黑色面具的人站在那里。那人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，看起来竟然是嘲讽的弧度。那个男人只是那么一站，竟然有让他自惭形愧的感觉。景婷，天齐的白月光景婷，竟然漫不经心地转了头，消失在窗口。他被那个人轻视了，直到进了宫，商洛的脸依旧是黑的。商少主也在。王爷这样子真是很别致。是吗？难道不是你干的？我要下手直接割头。我姐可还好？你猜？那就不用猜了，我猜你也不知道。王爷，走吧，我家阿洛就是嘴贫，不知道皇上叫我来什么事情啊？他把手从骄阳公主的手里抽出来。苗疆圣主死了，换了新圣主，你可知道？这不可能！剑云鹤只是冷笑一声，往前走了。是不是苗疆巨变？就以为他没有底牌了。看来秦王商家尽在掌握之中了。话音落，人已经走远。南楚皇帝安静地坐在御书房里。父皇，荷儿，说到底，咱们父子在一起最久，这江山朕属意的是你，只是拗不过你的祖母。这是何意？你就替父皇带兵守着兰江边，不要让天齐南下，不然南楚不保，你我不保呀。父皇这是何意？不打算打仗？朕会给你虎符，那些兵将听你指挥。你也要体谅父皇，如今太子和母后来时把你看中，只怕你性命不保。能守则守，不能的话准备和谈，哪怕是和西岳一样守住南楚，不能让天齐兵长驱直入。儿臣遵旨。剑云鹤起身，想要说说盛长歌已经来了成州的事情，静默了一下，还是没说。苗疆反了，皇上当如何处置我这个没用的人呀？苗疆反了，不好吗？很好。果然，你这丫头就是嘴贫，
去看过你姨母没有？自然是先来看姨父啦。咱们一同去你姨母那里吃饭。苗疆不管怎么样，和你无关。姨父，我哥哥被人抓了。谁抓了？我怀疑是景亭来了成州。景亭为何要来？因为盛长歌被我哥哥抓了呀。南楚皇帝僵立在原地，如遭雷击。你是说黑甲军统领盛长歌？看着他点头，脸色瞬间就黑了。他就说嘛，天启无缘无故做什么渡江攻打，感情是招惹了盛长歌和景亭。黑甲军呢？没有抓到。景亭呢？查不到踪迹啊。那么盛长歌在哪里？只有我那个好哥哥知道了。来人，全城搜捕外来人，挨家挨户的查，搜寻孟云清下落。他要被害死了。盛长歌吃饱了睡足了，就躺在床上发呆，戴着围帽穿着锦绣华服的人站在那里。来者是客，进来坐啊。那人冷哼一声，缓缓走进来。小爷都阶下囚了，你还不敢露脸，至于吗？那女人并不说话，用手指轻轻地敲着，不过那节奏有点诡异。下一刻，盛长歌就感觉到胸口尖锐的疼痛感。那女人隔着围帽，就那么看着盛长歌，看着他脸上笑容不在，看着他脸色惨白。那女人终于住了手，也慢慢的拿下了自己头上的围帽。这张脸和孟云星很像，和柳氏很像。盛长歌，黑甲军在哪里？你想要黑甲军？青儿喜欢你，我自然也不反对。只要你交出黑甲军，自有你想不了的荣华富贵。若是小爷不从呢？这个女人能控制别人下的蛊虫，是不是说明她的血更加的管用？你若是从了，你一个男人做青儿的禁臠也没什么，不过是一口饭的事。若是不从，今日这痛你就日日受着。所以你是南楚皇帝的那个妃子，孟云清的姨母。你倒是聪明，这里除了孟云清和你，还有谁知道？自然不会再有人知道了。你别想有机会逃走。其实孟云清出事了吧？女子瞬间站起来，是你捣的鬼。果然靠得近了，胸口骚动得更加厉害。这皮肤真嫩真香。盛长歌，你果然够骚的，一聊就起火。苗疆都是这种货色吗？你给我打！那两个红袍人径直上前，闪过一道寒光。那女子想要尖叫，被盛长歌一把掐住了脖子。安静，小爷怕吵。鼻青眼肿躺在床榻上的孟云清感觉到了心口的悸动，有人催动盛长歌的蛊虫。他靠近窗户，外面连守卫都没有了。谁在家的？开门，例行检查。无人应答，下一刻大门就被砰然撞开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那些人蜂拥而来。魏远侯。孟云清脚步匆匆地进了宫。景亭在成州，你招惹盛长歌做什么？盛长歌和明月楼有关系，他手里的黑甲军，难道皇上不想要了？你能征服吗？你能吗？盛长歌身上我下了蛊，皇上，我能。你先把盛长歌带过来吧。皇上，天齐的很多商号突然都关闭撤走了，如今百姓衣食住行都是问题。皇上，前线告急，没有军粮了。皇上，贵妃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贵妃不见了，如今河宫没有找到人。让大臣进宫议事。急匆匆地往贵妃的宫殿走去。贵妃宫里被翻了一个底朝天，贵妃不见了，就这样凭空消失了。孟云清，魏远侯刚刚去了偏殿。一行人匆匆进入偏殿，偏殿里哪里还有人？看来你过得很好，这鼻青脸肿的猪头样子很适合你。你不要以为我不会杀了你。那就杀呀，省得小爷看着你恶心。盛长歌，若是你与我联手，这天下唾手可得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小爷有横扫列国的黑甲军，你拿什么和小爷联手？你的虫子吗？是啊，我可以控制你就够了。当然不仅仅是你，将来我为皇，你为后，并肩看着天下，岂不快哉？小爷对江山没有兴趣，只对美人有兴趣。你还挂念景亭？挂念啊，毕竟他是天下第一美男啊。盛长歌，这里就2个人，小点声也听得到，不要威胁小爷，小爷不怕死。
孟云清离开之后，盛长歌掀开床铺，把那个女人拖出来。苗疆变天了，南楚也撑不了多久。你看看孟云清丧家之犬的样子，你若是有什么要说的，也许小爷放你一马。皇上会找我的，青儿会找我的，杀了我你也跑不掉。小爷就在这里，来啊！问题是苗疆没了退路，南楚没了，你去哪里？你胡说！只见拿出匕首挑开了女人胸口的衣服，眼疾手快的塞住了她的嘴。匕首挑开她胸口的皮肤，嫣红的血液流淌出来。盛长歌用刀子划破自己的胸口，胸口有什么在蠢蠢欲动，似乎要出来，但是又留恋不舍，不想出来。良久，盛长歌叹了一口气，没有孟云清的血好用，看来还是得宰了孟云清。你想引出蛊虫？盛长歌不理会他，你那个是锁心蛊，只能长母蛊，其他人都是没有用的。不对，锁心蛊只能是男女之间，你是女人。你竟然是女人，世人皆知的第一纨绔世子，竟然是个女人，你怎么可以是个女人？你果然在这里。青儿，你回来了，我就来逼问一下盛长歌，黑甲军在哪里？我不是说过，你只要做好你的贵妃，笼络那个老匹夫就够了。我想要帮你，就只是想要帮你。你和他说了什么？我什么也没说，我没说什么，什么也没说，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想要找到你。哎呦喂，这是有情况呀！盛长歌猛地想要站起来，但是他竟然有片刻的眩晕，这烟雾是有问题的。青儿，你怎么可以如此待我？孟云清不说话，只是把手里的匕首用力捅得更深。青儿，为了你，我做了这么多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辜负我？就为了他，是不是？就是因为他，你变心了，是不是？你让我控制南楚皇帝，你说我听话，以后可以和你并肩看天下。为了这个，我出了苗疆，来到南楚，你竟然……你知道的太多了，现在你已经没有用了。把瓶子放在女子的胸口的位置，那瓶子里立刻有10几只红色的蛊虫爬出来，直接爬进女子的胸口。盛长歌，你要听话，不要惹怒我。景亭来救你了，为了防止夜长梦多，不如今日就成亲吧。你且等着，我去准备，今日我们就洞房花烛。盛长歌没有看他，只是盯着地上。盛长歌，帮我弄不出来那个虫子，匕首给我，拿个瓶子来，速度要快。如果你不想上落死了的话。他把匕首递给女子，鲜血汩汩地流淌进瓶子里，良久，他才面色惨白地躺着。盛长歌，咱们做个交易，你说帮我杀了孟云清。盛长歌不置可否，明明前一刻还是满眼都是孟云清。我知道你定然不信，从他10岁到苗疆开始，我就喜欢他。名义上我是他的姨母，其实我并不是3长老亲生，而是孟云清母亲的丫头，是药丫头。可惜她并没有天赋，养不了蛊，也解不了蛊，只能嫁人。孟云清从小就有天分，能够和蛊虫亲近，所以3长老格外看重。10岁他到苗疆，是我伺候他，也就是那时开始，他说喜欢我。后来他离开苗疆，回到天启，3长老与南楚交易，让我嫁入南楚。他要人手，他要消息，他要钱财，我拼尽全力，我让他成为魏远侯。尽管我知道他在天启已经是丧家之犬，他许我将来一定并肩看天下，身边那人定然是我。可是等到他长大，从天启回来，他就变了，利用着我，却看不起我，嫌弃我脏。殊不知我的脏都是为了他。今日他竟然要杀我，竟然这般毫不犹豫的下手。错付了，我这一生都是错付了。女子呵呵笑起来，越是笑越是流泪，满脸的泪水。他们只是拿我试药，以为我没有用，却不知道因为长久试药，我的血可以解蛊，一般的蛊都可以，比如伤落身体里的，尤其是我的心头血。你的我没有办法，你要找孟云清，这个交易做吗？做，我可以救你，你可以亲自来。
不用，我累了。他既然要杀我，就如他的愿。盛长歌眸光一闪，直接打晕了女子，然后给她上药包扎。死了吗？死了好，没用的东西。呵呵，世界上竟然有这么无耻龌龊的男人。走吧，咱们先成亲，回头再来收拾。孟云清拉起盛长歌，半拖拽着浑身无力的盛长歌往前走。有2个裹在红衣里的女子过来，拉着盛长歌去换衣服。我自己来。他的身上有东西，自然不能让他们换。凤冠霞帔是女子最向往的，竟然在这样的情况下穿，而他竟然半点感觉都没有。真美，和我梦中的一样美。盛长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你这样的女人注定是要属于我，只有我才配得上你。只要咱们拜了天地，天涯海角，咱们也是夫妻了。歌儿，你高不高兴？他很高兴，高兴地想着用什么方法能够最快速地弄死眼前这个恶心的玩意儿。喊！一拜天地！盛长歌用尽最后的力气站着，笔直地站着，压下去，直接射断了那一对燃烧的红烛。那红烛滚落在地上，地上的红绸立刻就燃烧起来。孟云清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拦住他们！血腥气瞬间弥漫了整个大厅。不过是眨眼之间，他们处在另外一个房间里，一样的红色，一样的红烛。盛长哥，景婷来了，你是不是很高兴啊？是不是很高兴？我就知道她一定跟着，所以大厅就是她的坟墓，你说好不好？用她的性命祭奠我们的婚礼，天下第一美男子我送给你了，这礼物贵不贵重？孟云清，你怕了？怕？我孟云清会怕？景婷今日就要死在这里，而你注定是我的女人。你喜欢景婷又如何？景婷不知道你是个女人，她不会要你。若是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，即便景婷知道你是女人，还会不会要你？孟云清想要做什么？歌儿，你说是不是？同时开始解开自己的衣服，他一步一步走向床榻，袖子里小巧的匕首被他死死地攥在手里。你是不是认命了？怎么不反抗呢？反抗啊！盛长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他在积聚力量，他要奋力一击，他要让身体里的蛊虫彻底的死去，不是为了那只破虫子，小爷早就出去了。哦，是那个药物对不对？那是苗疆的一种药物，闻着浑身发软，但是人却是清醒的，可以清醒地感知这个世界。歌儿放心，绝对不伤身体。孟云清一边说着，一边脱去盛长歌的衣服。歌儿，我想你很久了，很久了，你真的很美，特别美，景婷一定会死不瞑目的。孟云清直接扑上来，盛长歌，你好狠！孟云清。孟云清一滚下来，他就摸出小瓶子，喝了一口那女子的血，胸口他早已经刺破，让孟云清的鲜血渗透。很明显的，他感觉到胸口的蠕动，他的手摸着那个鼓起来的包，右手拿着匕首，猛然一挥，胸口鼓起来的那一块已经被他整个割掉。地上红色的血肉里，一只浑身通红的虫子在翻滚着。盛长歌，盛长歌，你做什么？死燕呢？追月呢？过来！他的手按上盛长歌的胸口，希望能够止住奔流的鲜血。你往哪儿摸呢？这手感不对。他还愣着，思燕就挤了上来，用身体挡住景婷和其他人的视线，急忙处理盛长歌的伤口。景婷还是举着自己染血的手，死死地盯着自己染血的手。孟云清啊！屋子里这么多人，竟然没有发现他是怎么逃走的。思燕，找到我原本待过的那一间屋子，大厅黑色的那一面墙壁有机关，把那个女人带走。统领，你头上要不要重新整理一下？统领有点美。统领若是女儿身，还有那些女人什么事情，绝对是第一呀。走吧，回家吧。谁来告诉他这什么情况？景婷为何这么反常？一行人终于回到了盛长歌的院子，趁着盛长歌重新清洗包扎伤口的时候，景婷去见了苗疆来的大长老。锁心骨怎么解？锁心骨在心口位置，没法解开，除非孟云清亲自引出来。霆锋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抓到孟云清。这女娃也倒霉，怎么就撞上孟云清了？
你不知道，当初他10岁就勾引了他的姨母，他的姨母给他偷族里的药田，那孩子自小就不正。女娃？对呀，锁心骨只能在男女之间用。盛长歌不是女娃是什么？盛长歌是女人。景婷举起自己的手看着，就是刚刚按压盛长歌胸口的那一只。她看了那么多画本，研究了那么久，都已经接受龙阳之好了，结果盛长歌是个女人，我的天哪！锦婷，你没事吧？王爷，你也中蛊了？不是让你去找孟云清，已经去了。你亲自去，不能弄死了，想尽办法给本王带回来。王爷，你真的没有中蛊或者中毒吗？景婷一个冷眼过来，霆锋撒腿就跑。不要和别人说盛长歌是个女子。大长老懵懂的点头。摄政王啊，请进来。景婷感觉自己的那只手瞬间就烫了起来。我得谢谢你救我哈，若是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说，就当我欠了你一个人情。这话怎么听着味儿不太对呢？另外呢，我还要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景婷只是看着他不语，一时适应不过来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和盛长歌对话。总不能开口就是你是女人吗？啊，或者你是个女人怎么不早说？再不然就说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，我景婷认定你了。你看被那个恶心的孟云清这么一折腾，我才深切的明白什么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以往我不知天高地厚，总是追着你跑。你说一个男人追着另外一个男人，总会造成很多困扰，真是对不住了啊！那时候不懂事。景婷的脸这一次是华丽丽的黑了。当年不懂事，一句道歉掠过，她被撩拨的起了波澜怎么办？哦，她是清醒了，收手了。那他呢？他陷进去了怎么办？要不我请你吃饭赔罪。哎，怎么脸都黑了？难道他以前折磨的这么狠吗？小哥儿，你的情哥哥想死你了，你有没有事情？有没有事儿啊？景婷准备说什么，还没有开口，就听到门外急匆匆的脚步声。商洛看到景婷站在那里，先是愣了一下，不怕不怕，就当作是白月光不存在好了。你很喜欢粉色吗？这样够不够骚气？你没事吧？孟云清那货抓到没有？我去揍一顿。景婷的脸色越发的黑了，小条子似乎没有带来。商洛那抓着盛长歌衣服的手有点碍眼，哦不是很碍眼。于是景婷黑着脸转身走了。他怎么了？是不是救命之恩我只口头说说不够啊？他胳膊搭在盛长歌的肩膀上，如愿以偿的感觉到后面森冷的似乎要杀人的目光。对，小哥儿感谢他救你，就给点实际的，要是缺钱和哥哥说，哥哥给。你还有钱吗？能不这么揭短吗？你不说我都忘了，秦王手里的商铺我得要回来。需要帮忙你说话。放心，哥哥搞得定。出了院门没有走多远，少主，我叫王爷，请你一叙。商洛顿了一下，面对景婷真的很有压力。叙什么叙？不说。你都上了王爷的小本本了，还不安分呢？本王从苗疆带回2个人。商洛脚步未停，从苗疆带回来2个人，和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一男一女，中年人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听到的意思。条件是什么？你知道条件是什么？这是我做不到呢。不强求，你看着办就好。转身缓缓走了。商洛想哭，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景婷。以前盛长歌不是拿着鞋底砸过景婷吗？要不他也试试啊？手的动作比想法要快一步。那个不小心脱了手，抱歉啊。他抬脚一脚踩上去。霆锋，揍一顿。哥儿，救命呀！2顿。盛长歌拿着果子坐在院子门口，看着2个人你追我赶，满院子打得天昏地暗。弱鸡！哎呦，善蛊是上好的羊脂玉啊，吊坠是翡翠啊，这话是名家出手，修修很值钱哎。大哥，什么时候缺过你钱花呀？要不要这么丢人？秦安，你丫的坑了多少了？那是我的，谁捡到就是谁的。你叫他答应你吗？秦安，给你介绍娘子。这扇子我看也是你的。
大哥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你丫的就是一个媳妇迷，早晚栽在上面。夜莺匆匆从外面进来，统领，叶孙来信了。你说，南楚太子刚刚突围成功，已经从广陵渡江回到南楚了，是突然多了几百人的黑衣侍卫。现在呢？南楚军粮被烧，各地商铺纷纷关门转移，如今粮草跟不上，虽然筹集了一些，也还是杯水车薪。南楚太子从东面往西面打，这边的秦王准备和太子接应，往江边赶天齐军。拿舆图，今夜去会会南楚太子。夜幕降临，盛长歌带着夜莺等人往外走去。摄政王，你这是？你回去养伤，黑甲军和听风走。小爷不同意。愚公，本王可以管着你。夜莺等人偷笑，刚刚他们劝说了很久，也不能让统领留下来休息，如今果真是一物降一物啊。这是小爷的私事。于私，圣国公托付本王管教你。喏，条子还在。景亭，你这么婆婆妈妈的，以后找不到娘子，你知道吗？娘子已经找好了，不劳你费心，回去喝药睡觉。找好娘子了，这速度真快呀！是长宁郡主吧？虽然有点表，配起来也还算可以。不要做无用功，跑不掉的。喝药睡觉。不跑怎么知道跑不掉？再说药这么苦，不喝。啪的一声，盛长歌没了。喝了吧。盛长歌苦着脸，努力瞪景亭。景亭另外一只手拿过了小条子。好吧，景亭牛气，景亭是大王，那就喝，谁怕谁。咕嘟咕嘟，一口气喝下去。大黑直接撞到了一边的墙上。你干嘛？你有伤。最重要的是，大黑是公的，不可靠近他3尺之内，否则本王不介意吃狗肉。大黑也不叫了，不敢再上前。我让暮雪来伺候你。我可以。他的手艺，明月楼的厨子比不上，你确定不要？要。这是什么？糟糕，快点找商洛来。大晚上的，你找商洛做什么？他陪着骄阳公主呢。商洛身体里有蛊虫，这个是解蛊的。盛长歌又捧出一盒子金银珠宝。还是要谢谢你救了我哈。哎，景亭怎么拂袖走了？商洛来的时候是鼻青脸肿的，他的手里还拎着一个，竟然是骄阳公主。你找我做什么？喝了。干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盛长歌也不说话，端起杯子就对着商洛的嘴去了。景亭的眉头紧紧皱着，伸手拿过杯子，这是要干什么？红色的液体就直接被倒了进去。你们，嘿嘿，心口开个小口子。景亭夺过，只觉得寒光一闪，商洛的胸口已经多了一个口子。你们欺负人！盛长歌欺负也就算了，景亭为什么要亲自动手？几时景亭这么热心了？商洛的伤春悲秋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就感觉胸口有什么东西在蠕动。我去，那只红虫子！盛长歌眼疾手快，直接用筷子夹了出来，扔到地上，汁液四溅，虫子烂了。小哥儿，你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啊！好恶心。屋里难闻，出去走走，让暮雪收拾一下。盛长歌捂着鼻子点头，于是躺在地上的商洛就被遗忘了。他们太欺负人了啊！那个，你别哭啊，要不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姑娘，你叫什么？你去死！竟然还敢撩女人！孟云霄，不想死就老实点。贱人，找死！直接一脚踹飞。姑娘貌似有点强悍。商洛，你弄来的你处理，不要脏了小爷的院子。盛长歌，你最好好好招待我。你知道镇国公府的那个老东西中毒了吗？哼，只有我能解开。你知道孟云清去了哪里吗？他是个蠢的，都把你抓走了，竟然还能让你出来。你没有用，不能够威胁到小爷。小爷有更加有用的人。灯光下，一名女子扶着门框站在那里。是你？是我。哼，盛长歌，就凭他，不过是个花瓶罢了。你真的以为他会解毒？哼，能知道什么机密？我自然是花瓶，但是孟云星，你知不知道苗疆的历史里还有一种人被称为灵药？不可能！不巧，你母亲太过歹毒，用药太狠，一不小心就成了。一魔，咱们才是一家人不是吗？你不是很喜欢哥哥吗？我和哥哥说说，让他娶了你，你就救救我吧。不如你说说，当初刑场上应该死去的你，究竟是谁放走的？哈哈哈！盛长哥，天启要变天了，天启大厦将倾，你不该放走孟云清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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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盛长歌和景庭对视一眼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孟一星只是笑，却闭口不言。让穆北燕带着人悄悄回去找我家老头。王爷，世子爷。南楚太子带兵虚晃一枪，没有和纪云鹤合围，直接进入成州了。他话音落，就听到外面都是马蹄声。盛长歌、景庭，出来受死！待着别动。上洛，你就不该抓我来，你们都等着去死吧。所以这些人是追着你来的？自然。打晕。院子的周围已经完全被黑衣人围拢。晋明泰在天齐隐忍得很辛苦吧？为了让你们来南楚，也是费了很多功夫。怎么样，我南楚可还好？你确定是你的南楚？黑影，南楚皇帝的暗卫黑影，南楚最顶尖的一批人。黑影，哼。听说是大长公主培养的，锦衣卫是第一级的。突然就感觉脊背生寒，就看到景庭回头看着他，看着景庭黑着脸，他又莫名的觉得很爽。张少主也在呀，不知道令尊令堂找到没有？哥儿，我感觉自己好命苦呀，景庭欺负人。你招惹他做什么？小心眼记仇，还会打人。哥们儿喜欢就大声说出来呀，就表示呀。你看看你做了多少，还是小心眼记仇会打人。景庭的手一动，不知道什么打向商洛的腿，整个人就掉下去。盛长歌一时不察，整个人也被拽下去了。商洛砰的一声掉到地上，而盛长歌已经在景庭的怀里。盛长歌有些发愣，这什么情况？说好的3尺距离呢？说好的从此就是陌路呢？扔出去！喂，景庭，外面都是豺狼虎豹，你扔我出去？就被一个蓝衣侍卫扔了出去。杀！话音落，大火瞬间就蔓延开来。你若是愿意将商家交出来，本宫能够饶你一命。小爷对你们姓晋的没半分好感。商洛一声尖利的呼哨，阎罗殿的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出来，加入了战斗。盛长歌听着外面的厮杀声，手里痒痒，就往外走。你待着。我说摄政王，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限制我的自由，但是我是个人，不是你家大黑，也不是你的谁。我做什么是我的自由，哪怕是受伤或者死亡，那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乐意。我和谁相处，和谁勾肩搭背，和谁说笑，都是我的自由。别说你，我家老头都不会干涉。而我，谢谢你用心，但我并不需要你的后代。盛长歌从静默的景庭身边过去，就这样加入厮杀之中。哥儿，够义气。盛长歌等你很久了。等小爷做什么？等小爷送你下地狱吗？你的父辈们都死了，可惜竟然让你们长大了。季明泰，血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。季明泰看看毕凯，也发现盛长歌速度奇快。盛长歌勾唇冷笑，身子诡异的一转，长剑再次划过。季明泰纵身跳起，长剑刺向盛长歌的肩膀，盛长歌却是整个人向前扑，丝毫没有躲避季明泰的长剑。季明泰的长剑擦着他的肩头过去，等到季明泰感觉到疼，盛长歌的小匕首已经划到他的腿。季明泰跌坐在地上，身后的黑影瞬间涌上来，哼，这就怂了？黑甲军可在？在。为了天齐，为了幽山那几千枉死的儿郎，为了咱们离去的兄弟，为了天齐饱受战火折磨的百姓，当如何？杀！短剑在手，身姿诡异，只要让他靠近，只要给他机会，就是一击毙命的盛长歌。他身上的伤鲜血滴落，而他似乎毫无感觉。黑甲军过处，黑影不断的倒下。哥儿，好帅啊！景庭第一次看到盛长歌战场上的样子，他的眼眸里一点一点的亮堂了起来。一身红衣的盛长歌在一群黑影中间，就像是一道阳光，彻底照亮了他。他拿起剑冲进重重包围之中，大街上厮杀声声，这般来势汹汹的厮杀更是让黑甲军在重重包围之中杀出一条血路。围住，不要让他们跑了，守住城门。火光中，一身红衣的盛长歌已经远去，拦住他们。那声音让整个京城都在季明泰的脚下颤抖。火药，盛长歌用了火药，他竟然会制造火药。季明泰差点一口气没有喘上来，他
他面前的街面上横七竖八的，到处都是躺着黑影和士兵的尸体，黑甲军的没有，蓝衣人的没有，只有几个阎罗殿的。殿下，院子里什么都没有了。追！明太，祖母，这里危险，还是回宫中吧。孟云清，他说圣长歌中了锁心蛊，他可以控制圣长歌，你带着他。孟云清，圣长歌那个生龙活虎的样子，可是不像是被蛊虫控制了，倒是你啊，这副鬼样子很像。若不是被圣长歌和景听打伤，我也不会是这个样子。祖母，我去追。明太，小心一点。夜色深深，往远处看，除了一片黑暗，什么都没有。圣长歌，圣长歌！孟云清，催动蛊毒。孟云清点头，努力的去催动，但是他的脸色却是越来越白。他发现催动不了了，丝毫感应不到那个蛊虫的存在。现在圣长歌是他保命的资本，他明白太后对他起了杀心。怎么了？他身边有苗疆的人，吃了药压制了，有点费劲儿。孟云清，苗疆已经不是你的苗疆了。我明白，那就做一点有用的事情。金明泰调转马头，直接奔着皇宫疾驰而去。侯爷，您去哪儿啊？我往前面走走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无人阻拦，孟云清大步往前走。哥，是我，跟我走，我早有准备。上了马，夜色里疾驰而去。哎，侯爷怎么这么久没回来？不会是跑了吧？他是天齐的叛徒，苗疆也无他的立足之地，他去哪里啊？宫殿里，金明泰坐着。广陵怎么回事儿？有一股黑甲军，漠北停带的军队和从西面来的军队速度太快。孟启那里还没有消息吗？上次来信说已经避开了孟林渊，金瑞已经暗地里隐藏了。那就快了，小心你父皇。和父皇有什么关系啊？太子也是他亲自立的，他想要偏安一隅，怪哀家多事。堂长史是他的人，黑影令也被他拿去了。他们想要做什么？泰儿，你呢？你还有雄霸天下的心思吗？如果你没有，祖母后退一步，你就只当这南楚的皇帝。有雄霸之心的，怕是大长公主吧？皇上是什么意思？若不是你，南楚何来此番动乱？皇帝是怪哀家。看看黑甲军横扫列国，你就应该知道现在的天齐锋芒毕露，惹扰不起，可你偏偏要惹。哼，你说景亭和圣长歌那些黄口小儿？黄口小儿？圣长歌有黑甲军所向披靡，景亭有林天阁孟林渊重聚了孟家军，裴家不动声色，但是一门两将军。裴儿在凉州城死死地守住了西大门，你有什么黑影吗？你的黑影可是在他们手里赚到半点好处。你放肆！真放肆！你怕是不知道，当年你祖母雄才大略，上过沙场，陪先皇打过天下，自认为比两个侄儿出色，有意争天齐储君之位。景明泰吃惊地看着太后，天齐历史上没有女帝。后来看着位置传给木刚，你祖母就联合落马的楚王算计天齐。上一辈四大家人的死都是他的手笔，你是不是认为四大家主力死完了，天齐没了擎天柱，你就可以联合楚王瓜分天齐了？太后脸色黑沉地看着他，景明泰敛下眼眸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然后再吞掉无能的楚王，天下可以据为己有。这天下本来就是能者居之，若是哀家坐拥天齐，天齐早已经统一列国了，这是错吗？这不是错，你逼着我父亲认祖归宗，明明知道我父亲因为庶出，因为他母妃错误被驱逐，你非要让他回来再一次感受耻辱，让他无奈自杀是错吗？那是他无能懦弱。
他本是皇子，为何不能争夺那个位置？所以朕从小被告诫要忠君爱国，在天齐长大，官至尚书，被你用假死的名义抛妻弃子，送来南楚。让你当皇帝，还是错了。朕的发妻是病死吗？他是因为知道太多，是因为朕挂念着他，所以你断了朕的后路。他杀了你的母亲，你母亲若是在，你如何能够和他朝夕相处？如何能够和他感情深厚？你胡说什么？明泰，不要听他胡说，他疯了。我疯了，我疯了，我早就疯了。你要霸图天下，有那么多人铺路，连自己丈夫、自己儿媳、自己儿孙都不放过，难道你能长命百岁吗？你该死！来人！外面寂静无声，谁也不敢轻易进来。南楚皇帝笑着笑着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轰然倒地。父王，太医，太医，快点来呀，太医！可任凭他喊破了喉咙，也没有人进来，而太后就那么冷冷地站着。儿子，做你想做的事，过你想过的生活，你不是任何人的傀儡。祖母，为何？太后没有说话，从南楚皇帝的胸口摸出黑影令，冷笑一声，转身走了出去。封锁消息，皇帝身体抱恙，需要静养。季明泰生生打了一个冷颤，他感觉到冷，从里到外都冷，冷得整个人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京城戒严，所有京城和京城外的守军围住京城，等候命令。祖母，我去守城。想明白了。季明泰点头。如今你走不走都要往前走，天骑兵就在家门口，退无可退，懂吗？季明泰继续点头，张了张嘴，却是说不出话来。太后把黑影令放入季明泰的手里，去吧，这里有祖母在。季明泰手里攥着冰冷的令牌，一步一步地往外走，身子笔挺，没有回头。跟着，若是有异常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请宗亲大臣们进宫议事，用皇帝的名义。但是他们都没有发现从宫里出去人了。那人不仅仅是从宫里出去，而且出了城，一骑绝尘，直接奔着南楚军营而去。盛长歌一行到了外面，就遇到了叶隼和听风。汇报伤亡情况：一重伤，56轻伤，无死亡。统领，广陵叛军大败，恒王带兵已经过江了，随时可以和这边的天骑军南下。回军营先休整一下。小哥儿，你今天真帅。小爷哪一天不帅了？盛长歌冷哼，打马上前，一起往军营方向走去。王爷不走吗？走。马儿向前奔驰，景亭闷不作声，脸色并不好。以前只要是他出现的地方，盛长歌一定凑过来，他的手似乎是控制不住一般，总想要摸他。而现在盛长歌从他的身边过去的时候，甚至都不会多看他一眼。莫名的，他开始怀念那个总是凑到他面前笑嘻嘻的，话很多的，有时候还能让他七窍生烟的盛长歌了。他第一次发现，有些人错过了再去追赶，那个距离会变得很远，远到你都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希望。嘿，王爷，心情不好呀？景亭冷哼一声，却是放慢了步伐。那个王爷，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你告诉我那一对中年男女是不是我父母，我就告诉你盛长歌怎么评价你。可以，是你父母。他说你冷漠、小心眼、爱记仇，还会打人，没事不要招惹你。等到几句话说完，景亭的脸就和黑夜一个颜色了。一名阎罗殿的人策马跑来。少主，南楚皇帝驾崩了，大长公主和季明泰隐瞒了消息，如今大长公主夜招大臣宗亲，说是议事。告诉静云鹤，夸大，就说大长公主想要控制群臣，让季明泰上位。
而商洛策马上前，直接告诉了盛长歌这个消息。景亭，南楚皇帝死了。景亭却像是没有听见一样，眸光飘渺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景亭还是无反应。你家王爷怎么了？我家王爷为你疯魔了，听风附诽，索性扯着嗓子大喊：王爷，盛世子找你。景亭顿了一下，猛然回头，差点脱口而出：我怎么就冷漠了？怎么就记仇小心眼爱打人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招惹了？你以前也没少招惹呀。有事。哎呀，摄政王这扭曲的脸怎么那么吓人呐？什么事？南楚皇帝驾崩了，大长公主瞒着消息，并且夜召大臣进宫，我怀疑他要搞事情。盛长歌举起手，想要拍拍自己的胸口。哎，那手是不是想要摸我来着？左边脸还是右边脸？他不记仇，不小心眼，不打人随便摸。哎，怎么放下了？你说天齐京城有大变故的事情？要不你回去一趟，我怕穆北燕撑不住。哎呀，景亭的脸怎么又黑了？听风，给你家王爷请个大夫。你家王爷反应有点吓人，怕不是病了。王爷，你生病了吗？我去找追月。滚！回头多找点画本给本王，就是那种公子小姐的。苍天呀，为何不是公子与公子的？难道他家王爷要当那个小姐，还是让盛世子当小姐？嘿，兄弟，你家主子喜欢看画本吗？你有？有呀，私密版本市面上不好买。听风拿过来翻了翻，果然是公子和小姐的，还写得很大胆。你好这口？我都没有。清安说这个最卖钱，从秦王府偷出来的。卖钱？闭嘴闭嘴，别漏了风声。这本免费送你了。听风立刻就揣了起来，立刻哥俩好的聊了一路上钱。盛长哥，你没有回去？等你安好回来，看到成州大火了。南楚太子是敬明泰。我知道，就是不知道他们说天齐京城有大变故究竟是什么啊？南楚皇帝死了，大长公主和敬明泰瞒着夜召大臣，估计要搞事情。如果南楚乱了，就趁虚直入，拿下南楚吧，不然早晚是个祸害。哥儿，我想和你去打仗，我不想去当皇帝。你说什么？那个穆北庭不行吗？他也想当。直接把穆北燕拽过来，往地上一按，开揍。穆北燕有心还手吧，一看着盛长歌一身的伤，又没有办法。再回头看着景亭森冷的目光，黑黢黢的脸色，不敢呀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穆北燕就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。回去吗？回。这就乖了嘛。小爷好好打仗，你也好好守着天齐，要是手丢了，哼哼。他一直这么凶残吗？怎么办？我家哥儿好帅啊！盛长歌躺在躺椅上，统领是咸的还是甜的？小雪儿，小爷实在是太喜欢你了。你说你怎么就有一双那么巧的手呢？暮雪的脸华丽丽的红了。哎呦，红脸的样子也是这么可爱，让小爷摸摸。这是躲还是不躲呀？别乱摸，你撩得人心动了，你负责呀。要你管。那个小雪儿手艺真棒，不让小爷撩，你还不是在撩？大黑咬他。于是营帐间就可以看到鼻青脸肿的商洛被大黑追得到处跑。就不给你吃，谁让你是景亭的狗呢？揍一顿。他的目光落在慵懒的躺着的盛长歌的身上，但是这姑娘突然就不喜欢他了。他想直接说，我知道你是姑娘，我心悦你，似乎不容易说出口。王爷，在广陵附近发现孟云清和孟云欣的踪迹，跟着看看他们去什么地方，去找谁，给盛国公去信，看紧穆北冥。盛世子，和我走走吧。两个人坐在江边的小船上，看着波光粼粼的水面。穆北庭，你对那个位子有兴趣吗？曾经的确有那个心思，我想让天气更好一点，更安宁一点。后来就感觉能够守卫着江山也挺好。我们远在京城享受荣华富贵，永远不知道有多少人为我们卖命，也永远不知道战场到底有多么惨烈。想想那时真是无知。
盛长歌把查到的所有，从京城开始一直到现在所有的点点滴滴说了一遍。真的是大长公主？是，她在京城还有后手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。已经让穆北燕回京了，穆北燕对那个位子没有兴趣，被揍了几顿才同意回去。大概沙场历练过，都知道那个担子有多重，那个位子不好做。试试。里面竟然是一只断臂，我让人在南边找的东西做了很多遍，终于有点样子了。虽然不能用吧，但是好看。穆北婷戴上，看起来和正常的手臂没有区别。谢谢。要谢我就多钓几条鱼送我吧。我准备在天启出事之前先拿下成州，但是拿下成州之后，南楚要你来收拾，我要回京。你放心。夜色里，一队人马悄无声息地前进，很快就靠近了靳云鹤的军营。而同时走的另一队人马已经绕过军营，直接往成州而去。与此同时，西岳和苗疆也纷纷出兵，南楚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。统领，城墙修好了，按原计划行事。话音落，城墙上瞬间就骚动起来。黑甲军从西城门攻城了。皇宫里灯火通明。祖母，不如躲避一下。怎么回事？天骑兵包围了成州，发了信号，但是晋明泰军营的方向没有任何回应。蠢货，不是计划好的吗？天启到目前还没有任何消息，那个蠢货要做什么？祖母，先避一避。避什么？拼尽全力赶走天启兵。天启马上就有大变故，一定是路上耽搁了，消息传得慢了，他们马上就会退兵，马上就会退回去。那孙儿出去看看。黑甲军打进来了。晋明泰心里咯噔一下，转了个身往后宫方向走去。坐在龙椅上的太后眉眼冰冷，神情狰狞。来人，来人！但是无人回答。人呢？人呢？谁？你猜我是谁？黑影，黑影！黑影怕不是跑了吧？我们都没有遇到几个。你把明泰怎么了？季明泰没遇到啊，黑影我也没有遇上。是不是扔下你跑了？盛长哥，你若是和哀家一道，这天下何愁不得？到时候哀家给你一字并肩王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不好吗？哼，一字并肩王，你都是哀家了，哀了还能称王？你一定要和哀家作对。小爷有什么不敢和你作对的？你是谁呀？值得小爷敬重？盛长哥，人不可太狂，谁也不知道谁怎么死。小爷也告诉你，血债血偿，你欠了天启多少你知道，自己下来吧，那个位子不适合你。太后坐在龙椅上，稳如磐石，坚决不动。进来两个黑甲军，直接上前捆了太后，拿了玉玺，抬着就往外走。放肆！你们放肆！哀家是太后，本宫是大长公主。好吵！于是嘴也被一块破布塞上了。交给你了，我等着听到你扫平南楚。逃走，抓来的。你丫的还真的扔下你祖母，扔下南楚逃了呀？就这能耐啊！季明泰躺在地上，却是一个字都没有说。给你留一队黑甲军，结束了还我。好。西岳，你不要担心，苗疆只是配合你，放心。哎，王爷，打个商量呗。你说。我也留人给你，他们比较熟悉南楚，只是回头南楚商家的商号能得到庇护就行。漠北听点头。哎，小哥儿，等等我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，此生定然再不分离。不如和本王谈谈。商洛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。公平竞争。这世界上有公平两个字吗？和本王谈公平。于是商洛飞快地窜了。劳民伤财实在没有什么意义。只要有列国就有战争，避免不了。鼻青脸肿的和听风待在一起，哀怨地看着前面两个人。听风，你家王爷真的好南风？王爷的心思小的不懂。你家王爷的确对我家世子爷不同，看着世子爷的时候眼睛都是冒光的，好吓人啊。这里还有各种画本，你要不要？5两银子一本，有字有图，画工了得。当初你家世子爷追着我家世子爷跑的时候，也是眼睛冒光，只差把喜欢2个字写在脸上了。所以我家世子爷改邪归正哎，如今撩美人多欢快。那火也是你家世子爷放的。商洛目瞪口呆，这就内杠了。盛长哥，下来！
你特地在太阳下晒的吗？黑得这么均匀。小爷这叫男人味儿好吗？小爷在军营也是立了功的，他们都说小爷是个勇猛的，小爷特别想你。后面的人齐刷刷地看着景亭，果然脸色已经没有半分的阳光，乌云密布。偏偏裴森一无所觉，没和你吵架、喝酒、打架，人生真是毫无滋味。说实话，你有没有想小爷？想了。真敷衍。云华那丫头让弄回京城了，3番5次来信问你的情况。忘了这茬，我没有撩云华呀，云华怎么就揪着我不放呢？云将军说去信给陛下请旨赐婚，若是赐婚了，你是有家室的人了，怕不能那么为所欲为了。不如上马，边走边聊。也是，上马上马。裴公子不如上马，前面城镇，商某做东，边吃边聊。哎，那感情好啊！你就是商洛，你这脸啊，你这身粉色衣服真是别致。兄台，那是骚包。王爷，你真的心悦盛世子吗？景亭扫了他一眼，并没有说话。王爷，若是说不出来，可以写出来。盛世子爱好什么？投其所好呀。美人？什么美人？他就喜欢美人。王爷，您是天下第一美男，不如你让本王自荐枕席。那个王爷，不然写信，鸿雁传书。现在面对面，你让本王怎么鸿雁传书？要不咱们算了吧。盛世子是男人，你也是男人，不太合适啊。你倒是操心的很。不敢。你说当初他天天想着摸本王，如今怎么不摸了？虽然因为您冷着脸用小条子抽人，还让大黑追了他8条街，还让他跳湖。听风嘟嘟囔囔地说，当初王爷您多牛啊，盛世子是个少年，您可以和人家明说呀，说你不喜欢男人。再说当年盛世子年纪小，也就是撩拨一下，感觉好玩罢了。盛长歌就是撩拨一下，感觉好玩。他竟然说出来了吗？惨了。王爷，不然盛世子身边的人挨个揍跑。他再次被嫌弃了。王爷，不然就从盛国公和盛夫人入手，他们不喜欢，您说破天也没用。盛世子还有长辈。盛夫人在别院可好？挺好，商家大姑娘去作伴，很是不错。好吃好喝，以本王的名义送礼物，一定给本王伺候好了。这您放心，一定办好。夜莺这时从后面追上来，统领有老的信。盛长歌立刻停马接过来。黑甲军集合，夜莺这一队随我走，林和带着一队绕行京城东面，叶隼带一队绕到北城门外潜伏。清安，西城门，孟起有可能带领叛军秘密分散回来了，你们要注意在周围搜索，不要被发现。一旦有异常，立刻传消息。是。京中可能混入叛军，这就依靠摄政王了。景亭？什么？叫我景亭，不用那么见外。那是尊敬。我不需要你尊敬。盛世子要回京了，这个消息一出来，整个晋阳都沸腾了。看那远处来的是不是？是盛世子。来，咱们唱着军歌，欢迎咱们天齐的英雄。好。然后，美人们，我盛长歌回来了。好，恭迎盛世子回家。孟长云，你看成安已经收复，大仇得报。世子爷来吃颗卤蛋。婆婆，想死你的卤蛋了。孩子，好好回来了，婆婆的心就放下了。婆婆放心，我好着呢。世子爷，喝碗水，你是星儿敬仰的英雄。盛长歌接过碗，一饮而尽。说实话，星儿姑娘，是不是你这2把杀猪刀才赢得给我送水的机会？没错。来来，星儿妹妹，哥哥抱抱你。有此一报，星儿此生无憾。世子爷，奴家在揽月楼等你哦。世子爷，南风楼也等着你哦。王爷，淡定淡定，逢场作戏，当不得真。南风楼没有必要存在了。听风连连点头。摄政王盛世子，快点进宫，陛下等着呢。恭喜摄政王，恭喜摄政王，陛下给王爷和长宁郡主赐婚了。恭喜摄政王！你说什么？陛下给王爷和郡主赐婚了。圣旨呢？正在写，说你王爷您劳苦功高，是天齐栋梁，这是他唯一能为您做的了。他话音未落，就看到景亭的马疾驰而去。你的心上人被赐婚了，挺好啊，郎才女貌。你不伤心吗？为什么要伤心？他娶妻生子，我娶妻生子，不都正常吗？难不成我和他要凑成一对？木刚让他女扮男装这么多年，他的未来还在木刚的手里，就是不知道木刚准备怎么办。夜莺，我家老头呢？据说国公在宫中伴驾。找听风问问我母亲可是安好。
王德没有追上景亭，马车就走在盛长歌的旁边。盛世子呀，王爷那是怎么了？大概是高兴疯了。咱家看着不像呀。早些长宁郡主为了王爷做错了事，大概王爷还是记着那个。做错了事？长宁郡主爱慕王爷，求而不得，所以想要用药。盛长歌恍然想起，似乎有这一茬。这盛世子风华依旧，不，是更胜从前。沈公子，你说是不是？是呀，盛长歌比以前更美了。可惜我们以前和盛长歌也不对付，捞不到什么好处。众人七嘴八舌说个没完。沈之文只是看着盛长歌的背影，他的嘴角勾着笑容，那笑容里似乎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。皇宫里里外外戒备森严，直到进了皇宫，王德才说：陛下不大好呀。盛长歌心头一跳，因为不大好，所以后续所有都要开始安排了。宫殿里，木刚坐在上面，消瘦得很，脸色灰白。臣盛长歌拜见陛下，陛下万岁。起来，让黄伯伯看看你。让陛下担忧了，歌儿一切还好。听说受了几次伤？小伤，并不致命。盛长歌扫视一圈，发现自家老头也不在这里，而一边的景亭脸色依旧黑沉沉的可怕。景亭，去和贤王说说话，朕有话和歌儿说。景亭看了木刚一眼，又扫了盛长歌一眼，他的眼神似乎要传达一些什么，但是盛长歌低敛着眉眼，并没有去看他。偌大的房间里只剩下木刚和盛长歌。陛下这是怎么了？陆院使没有好好给您看看吗？歌儿，这么些年，黄伯伯让你女扮男装，你恨黄伯伯吗？不会，倒是这么些年，歌儿比深闺女子活得更加洒脱肆意。从这个来说，歌儿还要谢谢黄伯伯。圣国公府没有人撑持不行，不然黑甲军怎么办呢？陛下，歌儿后来才知道，竟然以前就有黑甲军。歌儿这个就是自己家的那些庄户里挑选的，本来练来当抚慰用的，不成想歪打正着。黄伯伯，那个黑甲军怎么样？厉害吗？比起歌儿哪个更厉害？有没有像歌儿一样横扫列国？歌儿厉害，那一个你黄伯伯也没有见过。黑甲军没有进城。收到消息，大长公主在京城还有后手，楚王也有后手，而北疆孟起带领的叛军舍弃了大部队，只带着精锐奔着天齐京城来了。朕的那个姑姑啊，朕也想不到，大概全是迷了心。你觉得穆北燕如何？挺好的，风流潇洒，很有责任感，上了战场也是一员猛将。穆北冥，算了，他撑不起来。可是穆北燕的母妃是鲜卑公主，陛下怕吗？你对景亭和长宁的婚事怎么看呢？陛下决定就好。京城的白月光和京城第一美人倒是挺配的。你真的这么认为？是啊，就是告诉长宁郡主小心景亭的小条子，打人真的很疼。你这丫头，那小条子是你家的，打人家长宁郡主做什么？行了，去吧，你爷爷给朕办事去了，不在家。转身出了宫殿，就听到后面轰隆一声，陆院使，快！陛下又胸口疼了。心口疼？难道是蛊虫？远远的回廊里，一个柔美的女子款款而来，淑妃，穆北冥的母妃。盛世子，王爷，父皇最近身体不好，我来看看。盛世子安好归来，真好。多谢，去看看陛下吧。盛长歌说完，就溜溜达达的往外走。穆北冥一直站在原地，一直都在看着他，那个目光如影随形。出了宫门，亲王来多久了？来了一会儿了。也许刚刚和木刚的谈话，他根本就是在偷听。思墨呢？他说有新的发现，跟踪去了。两个人长街策马，景亭和听风的马就在路边，盛长歌就跟没有看到一样，就这样走过。景亭端坐马上，什么都没有说，什么都没有做。王爷，景亭侧头冷冷地盯着长宁郡主，那目光很冷，非常冷。那个圣旨不是我裴家请旨。本王知道，本王会解决，郡主不用担心。景亭说完，一家马妇径直离开。长宁郡主看着景亭的背影，泪水潸然而下。景亭为什么不喜欢他？他可以为了盛长歌那个少年付出很多的心思，
为何不能对他好一点？啪嗒一声，一个什么东西落入马车里，那是一张纸，想要景亭，明月楼2楼丙字房。他不知道给他纸条的人是谁，但是此时他握着这张纸条，就好像是景亭就被他握在手里了。盛国公府的门口，盛长哥，我是不是说过，说是战争结束，你我没死，我就嫁给你？长哥年纪尚小，无心嫁娶之事。没事儿，我等，多久都等。那个云华，我不行。世子爷，你可是真敢说呀！没事儿，我愿意陪着你一辈子，哪怕你断胳膊断腿都没事儿。本姑娘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盛长哥真要哭了，不能伤了姑娘的心，怎么拒绝？他错了，不该满城撩美人儿。那个云姑娘，进来坐坐吧。天色将晚，景亭收到了花花带回来的信息，盛长哥约他留香楼一叙。盛长哥约他，盛长哥是那种有事直说的人，不像会是这种人约黄昏后的人。霆锋，去看看盛世子在家吗？顺便找找那只鸽子。他缓缓地往外走，不知真假，那就去会一会。暮色四合的晋阳大街，马车晃晃悠悠的到了一处酒楼，选了这么一个地儿，就更加不能是盛长哥了。王爷，盛世子在明月楼，属下亲眼看见了，和商洛培森在喝酒。花花，不见了。王爷您真去呀？在这里候着。哎呦，王爷呀，您里边请，您来了，小弟真是蓬荜生辉呢。所有人都呆了，景亭怎么会在晚上来这样的地方？景亭没有说话，在众人的目光下缓缓走进来，径直奔着约好的房间去了。霆锋在门口探头看了一下，这个酒楼也就普通，怎么会这么多人在？景亭进入房间，却发现房间里除了一桌上好的酒菜，什么都没有。看，长宁郡主。哎呦，皇上刚刚赐婚就忍不住了。摄政王竟然是这样的摄政王吗？以前只是感觉冷冰冰的，竟然如此激色。你不知城门口听闻此婚，策马急奔的样子，定然是极其满意的。也是，这满京城的女子，也就这一个能够相配了。他的眸光冰冷，伸手推门就要出去，外面的人径直扑了进来。景亭快速地往后闪，长宁郡主借着盛长哥的名义约他。他抬步往外走，还没到门口，就看到长宁郡主的丫头直接把门关上了。他拽了2下，竟然没有拽开。长宁郡主从后面扑过来，景亭一闪，他扑到门上。哦，这么激烈吗？少年少女干柴烈火，就是激烈也是正常的。被赐婚了，等一等多好。可是这女子的名节……屋子里的景亭猛然一惊，长宁郡主在孤注一掷，就是用她的名节做赌注。我哪里不好？在京城，还有哪个女子比我好？你为何不愿？景亭只是冷冷地看着长宁郡主，并没有说话。陛下都要赐婚了，你为何要拒绝？圣旨都写了一半了，景亭，你欺人太甚。谁教你这么做的？哼，谁教我？不用谁教我。你若是坏了我的名节，你可以不娶吗？谁告诉你这么做就能威胁本王的？本王是那种可以被威胁的人吗？你若是不应，我今日就死在这里。景亭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脸色没有任何变化。景亭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的名节，你的生命，你自己负责，与本王有什么关系？既然不在乎，当初一样隔着3尺的距离就好了。当初你为何愿意和我说话，借给我书？本王和你的兄长交好，敬重裴国公，所以见面你打个招呼，你借书，本王没有好意思拒绝。仅仅是如此吗？这么些年，你的心里就没有一丝一毫？仅仅如此，你自重。若是如此，你那夜何必？何必？那夜，景亭眉头一挑，映入众人眼帘的就是长宁郡主一副受过凌虐的样子。你为何这样对我呀？为何始乱终弃啊？你让我以后怎么活呀？景亭，你对我姐姐做了什么？如你所见，本王什么都没有做。你什么都没有做？
我姐姐怎么会这样？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是他约我来的。景庭默然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不发一言。他的目光却穿过人群，看着人群后栏杆边的红色身影。这一刻，景庭突然后悔了，后悔来这个地方，后悔让盛长歌看到这一切。景庭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若是裴公子不急，不如等等。等得越久，围观的人越多，传的范围越广，对长宁郡主造成的伤害就越大。就这么不在乎长宁郡主会受到伤害，并没有等太久，裴国公带着2个嬷嬷匆匆而来。国公爷，你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有人给孙女送纸条，说是摄政王约孙女在此一见。后来呢？后来进来了就发现王爷等在这里，然后他……长宁郡主又开始哭，显然是受到了委屈的样子。信呢？长宁郡主从袖子里掏出一个纸条，景庭扫了一眼。景王府可是不用这样的纸，也没有这样的墨。裴国公自然是个识货的，这个还能看不明白？您看看，本王也收到一张。2张的纸张还有字迹都一样，不过是名字换了。若是本王有什么地方让郡主误会了，请郡主见谅。长宁郡主脸色苍白，摇摇欲坠。本王对郡主无意，若不纠缠，不胜感激。定下酒楼包间的是个叫裴16的。他看着景庭，头也不回地往外走。景庭，我有了你的孩子，你也不要吗？景庭的脚步顿住，慢慢转身。郡主在说笑话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小爷揍死你丫的！欺负小爷姐姐，一边待着去！你拒了太后的意思，拒了陛下的赐婚。既然是如此，那爷你何必来找我？一个精通药理的嬷嬷上前试了试脉搏，对着裴国公点了点头。景庭倒是没有看长宁郡主，而是去看盛长歌刚刚站着的方向，却发现盛长歌已经走了。他的路还没有开始走，这绊脚石就把他绊得越来越远。那夜是哪一夜？长宁郡主倒是不说了，就那么呜呜地哭起来，一转身往外跑。我找陛下做主。很快房间周围就只剩下景庭和裴国公。哎，景庭，你真的没有吗？本王看不上。言罢转身走了。裴国公看着狼藉的屋子，他也不太相信是景庭。景庭太优秀了，优秀到不屑于做这样的事情。出了酒馆的门，就对侍卫说：把裴16抓起来等着。长宁郡主已经被2个嬷嬷压在马车里，先带回去，交给老夫人，让老夫人请个大夫。祖父，为何不能帮着我？塞上他的嘴。盛长歌骑在马上，溜溜达达地走在大街上。怎么想？什么怎么想？你不喜欢景庭了？曾经喜欢过吧。切，嘴硬。我倒是不相信景庭会做出那种事儿，毕竟景庭太傲娇了，也太优秀了，他不屑于去做。你倒是了解他，更像是长宁郡主做局，用自己的名声和性命逼迫景庭同意赐婚。司母中毒了，晏姨让我来寻医喂药。你快去山洛去帮思琪，你上家铺子多。而他自己立刻打马回府。王爷，在酒馆抓到一个鬼鬼祟祟的人，说是有人让他来看看事情进展的。带回去问，你知道怎么做。他坐在马上，看着周围的人指指点点，窃窃私语，眸色微寒。让凌天阁调查，然后张榜公布。王爷，孟云星和孟云清进入京城之后，变装去见了一个人。谁？穆北冥。严密监视。景庭调转马头，立刻去盛国公府。盛长歌一路疾驰，进了府门就问：思墨呢？在您的院子里。盛长歌大步向前，思妍正在处理伤口。怎样？腹部被捅了数刀，歌儿，我也没有把握了。燕姨，我们赌一把，你会医术，我提供方法，先救命。又是一叠声的吩咐下去，要刀具，要烈酒，要棉布，要羊肠线，要各种型号的针，要棉线。一时间整个国公府都忙碌起来了。景庭来到的时候，看
看到的就是这一幕，一盆一盆的热水端进去，一盆一盆的血水端出来，甚至没有人理会他。燕姨，外面用棉线就行，方便到时候拆开。世子爷，这个方法太好了。一直到深夜，2个人才忙完。王爷，不如先回去，天亮再说。已经瘫软在地上的盛长歌抬脚过门槛的时候，一个踉跄，景庭的速度特快，闪身就扶住了盛长歌。多谢，弄脏了你的衣服。没事，长宁郡主的事情和我无关，我只是想去看看谁冒充你给我写纸条。你不像是能做出那种事的人。听到这话，景庭突然就松了一口气。你先休息一下，问问思墨怎么回事。我来就是告诉你，孟云清和孟云星来京城了，和穆北明见面了。真的是穆北明？看到景庭点头，我怀疑皇上是中蛊了。陆院士说是病了，就是病了，你不要多想，只是暂时不能杀了孟云清。你的蛊毒，你知道我中蛊了？知道。孟云清说他身体里是母蛊，他死了你会死。你还知道了什么？没什么，你先歇着。景庭愣了一下，张了张嘴，又不知道说什么，匆匆走了。刚刚景庭脸上闪过的神色是脸红。对了，他还没有说蛊虫已经解了呀。歌儿醒了，转身进屋。世子爷，姚老让我跟踪给承平伯府送下人的人贩子，他们在西城区一处废弃的院子里，院子里有机关，戒备森严，根本就不能靠近。你慢点，你没事了，不要担心，你慢慢说。我怕打草惊蛇，所以装成乞丐。但是所有附近的乞丐今天突然被抓起来，灌毒，捅死送去乱葬岗。我避开了要害，安心养伤，一切有我。盛长歌起身，转身出去。西城区废院子，戒备森严，会不会就是叛军在京城的老巢？夜莺，带几个人在这些地方布置，严密监视，哪怕是一个乞丐都不要漏掉。夜色里到了裴国公府，裴宣竟然也在。景庭，长宁的事情我很抱歉，我相信你。若是你们信了长宁，景庭和裴家成了对立面，估计才是那个人想要看到的。祖母，想死你了。歌儿，祖母也想你，给你留了好东西，天亮就送去给你吃。那不行，我要在祖母屋子里吃，那才香。好好好，祖母等着你。有人跟着。几人对视一眼，他们也是有人跟着。夜色里，数道黑影就隐藏在裴国公府的外面。天色微明的时候，你给本国公滚出去，滚出去！景庭，我妹妹都这样了，你还否认？她会拿自己的名声开玩笑吗？你不应，她名节清白不在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如果你们请本王过了，就是说这个的，恕本王不奉陪。本王没有做过的事情，谁说也不行。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好好谈谈。别不好意思，就承认了吧。长宁郡主可是京城第一美人，家世有，美貌有，才学有，配你绰绰有余。盛长歌，你闭嘴！一甩袖子，转身就走。景庭，你给我站住！现在不说清楚，天亮了众口铄金，我妹妹哪里还有活路？裴宣还要去追，哎，你也让他缓缓。老太君，他不应，我妹妹只有死路一条。那就绑来成亲呗，多大的事？祖母，去你家吃好吃的。不行，老夫咽不下这口气。裴国公换了朝服去上朝。小子，你等着，我裴家和你势不两立。景庭只是冷冷地看着裴国公。穆北明端着食盒匆匆赶来。国公爷这是怎么了？眼光扫过他手里的食盒。父皇要吃晋阳大街那家老字号的包子，我排了队，刚刚买到。就是你在大街上听到的那样。不会是真的吧？景庭，你不是能够做出那种事情的人。多谢王爷。走吧走吧，父皇等着了。父皇一定也相信不是你。当初说此婚我就阻拦过，可是你知道的，我人微言轻。都会好的，陛下看得到王爷的传孝。大殿上，裴国公义愤填膺的指责摄政王是那无情无义的无赖，坑了他的孙女儿不认账，仗着权势为所欲为。那日朕赐婚，你说你有朕的手谕，终身大事自己做主，如今你怎么说？这件事情和景庭真的没有关系，景庭不愿意背锅。裴国公立刻挽起袖子上前，若不是身后有大臣拉着，他此时的巴掌已经到了景庭的脸上了。裴国公，本王敬你是长辈，你也不能血口喷人，不若回去问问长宁郡主到底是谁。你的意思，他拿自己的清白名节和性命当儿戏，你就是个不负责的。木刚被吵得脑子疼，只感觉眼前一阵一阵的发黑。陛下，陆院士。穆北明端着食盒走进后殿。四皇帝，
你这是？二哥，父皇让我看奏折，我看不懂，不想看。你丫的不知道让你看奏折是什么意思吗？我想看，还没有人让我看呢。你好好看，父皇身体不好，你能干就多分担一些，我不行就照顾父皇衣食起居，慢慢就好了。那我努力试试。前殿传来激烈的争吵声，也可以听个七七八八。王德的惊呼声一发出来，穆北明就往前殿跑。父皇，他径直抱起木刚。怎么？父皇身体不好，过来帮忙。卢院士把了脉，扎了银针，良久，木刚呼吸均匀的睡着了。陛下身子不大好，老臣尽力了。这些日子能吃能喝的，怎么就不好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去长安的时候还好好的。陛下最近一段时间身体都不大好，老臣也查不出来呀。唉，不如找天下的奇人异士，或许……王德，叫景亭和裴国公，让盛长阁和老太君也来。我去找找有没有陆元史说的奇人，父皇不能出事。一边说着，一边大步往外走，屋子里的声音基本上是传不出来。穆北燕安安静静地站着，那个担子很重，他真的没有把握，是不是以后这市井间就少了一个风流少年？他想反悔了，转身就想要往外走。门外，思琪笑眯眯地站在那里。王爷，进去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家世子爷说了，你若是踏出大殿一步打断腿，哪条腿先出来就打断哪条腿。穆北燕瞬间就感觉双腿发凉，再也不敢往前走一步。你想要去哪儿？不如小爷带你去。不去，哪里都不去。奏折还没有批完，我很忙的。思琪，今日起你就跟着王爷，敢乱跑就揍。径直出了门走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景亭、老太君和裴国公才从里面出来。好好批改奏折。穆北燕欲哭无泪。盛长哥出了宫门，就看到司琴等在外面。怎么了？世子爷，刚刚突然来了一队黑衣人，抓走了咱们不少人，而且很快就消失了踪迹，属下没有追上。多少人？大人12，孩子8个。去把剩下的人带回国公府。你尽力了，司琴，他们不会有事的，因为他们是筹码。他翻身上马，疾驰而去。盛长阁，你注定只能是我的。统领，穆北明不见了。什么时候？今早皇上发病，他说出去找奇人，看看能不能治病。然而人就没有了。穆刚生病了，这是非常关键的时候，为何穆北明会离开呢？去天牢，告诉姚老撒开网，抓了咱们人的黑衣人应该还在京城。天牢里戒备森严。他们午饭吃了吗？没有呀，还没有送来。暂时不必给吃了。盛长哥挥挥手，溜溜达达的往里走。楚王和大长公主的监牢就是面对面。盛长哥也不说话，拖了一把椅子过来，就坐在2个监牢中间的过道上，甚至是要了明月楼的酒菜，就在那里自斟自饮。喂，你小子够阴损的呀！这地是你家的，还不准小爷我吃饭了？你说这庆王爷怎么就突然不见了？他这话音落下，就看到楚王脸上舒展的神色，似乎有那么一点高兴。倒是大长公主眸光沉沉的，这皇上身子不好了，让穆北燕回来批奏折，那司庆然还不愿意。楚王的脸色又有点黑。景亭和裴家也闹掰了，今天裴国公大闹金銮殿，一定要给景亭治罪。你说这长宁郡主的孩子到底是谁的呀？京城咋就这么热闹了呢？楚王的脸色又好了一点儿。王爷，你说我父兄都是怎么死的呀？你就是想要问这个？是啊，因为想要知道，所以说了一点你想要知道的消息作为交换。倒是个上道的小子，你若是愿意听本王的，本王一定会告诉你。好啊，你要我听你啥？黑甲军，我要黑甲军。你在天牢里要黑甲军有何用？本王是在天牢里，但是不代表外边没人。如果你听本王的，完全可以放本王出去，本王许你荣华富贵。你就是个蠢货！如果你没有私心，按照本宫的计划走，今时今日坐在那个位置上的就是你。你难道没有私心？若不是为了南楚布局，早一点行动，他们都没有长大，天启早就在囊中。说到底，不过是为了你自己的私心。哼，本宫是为了私心，你难道不是？你那个儿子……你闭嘴！
你那个儿子就是个废物，你还被废物出卖了。你那孙子不是废物，竟然抛弃你逃跑。你丈夫宁可自杀，不想成为你的工具。你的儿子也不和你一心，这就是你背弃天启的下场。你竟然敢这么和本宫说话！若不是本宫，你早已经死了几百次了。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看着别人吵架也是别有风味。你就是罪魁祸首，四大家的那些人哪一个不是你出手的？你用着别人的名字做尽肮脏的事情。婉清，你怎么知道？原来京城的那个老女人是你。呵呵，是我，只怕你此时知道已经晚了。只要知道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所以我父兄是如何死的？自然是买通了身边人，背后下刀啊！天启名将，个个骁勇善战，明着打，不是找死吗？只可惜那时候没有把你们这一批小崽子弄死。所以我遇到的刺杀都是你做的。自然，你是裴轩、景亭和孟长云都是。生长哥，你猜你从这里出去的时候面对的是怎么样的疾风暴雨？小爷什么时候怕过？你既然算计这么好，怎么不知道给自己算算？莫不是忘了人心最是难测？不知道淑妃会不会知道你那个儿子是谁？楚王眼眸睁大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盛长歌。盛长歌出了天牢，这是不是真的啊？好像是突然之间，大街小巷贴的都是呢，估计是真的。话说前些日子那些叛军和这些是不是有关系啊？感情四大家上一辈死亡都和那个楚王和婉清有关系啊！盛长歌耳畔轰然作响，大长公主的后手竟然是这个，让她的母亲成为众矢之的。她眸色冰寒，匆匆走到人群围着的位置，墙上赫然贴着一张纸，上面是一些完整的对话。促圣慎之去凉州战场，若皇上不允，可用婉清截断虎城援军，可借助雪崩孤立梦杀之。促景明去江夏，江夏诸事齐备，可用婉清。京中诸事皆妥，待一夜南风起，里应外合夺职，令悉听婉清。程平伯已经死了，如今婉清就是众矢之的，他可以肯定马上就会有人传播他的母亲就是婉清的消息。镇定，上车。这张纸已经传到宫中，他估计很快就会来选你。盛长歌眸子冰寒，木刚不是不想要黑甲军，而现在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无论他说什么，你都说不知道，不要顶撞，哪怕是下天牢。你要记住，四大家是一体的，我们都信你，绝不会让你出事。记住，外面有我，我知道你的能力完全可以掀翻这天启，但是你爷爷呢？你会来见到你爷爷了吗？盛长歌心里咯噔一下，且忍一忍，让妖魔鬼怪都跳出来，一网打尽。我懂，夜莺，把咱们知道的所有情况和王爷说，听王爷的安排。话音未落，就听到马车外有马蹄声传来。盛世子，陛下召您进宫一趟。景亭，我当你是朋友，圣国公府我托付给你。景亭点头，他当然会当他永远的后盾。王伯伯，有急事啊？一点小事。盛长歌下了马车，翻身上马，就随着锦衣卫策马离去。霆锋，看着天牢，若是有人要杀大长公主和楚王，务必将人唤出来，先把孟云星和孟云清抓了。景亭，和老朽喝一杯。是晚辈的荣幸。乾清宫的大殿上，王伯伯，您找哥儿什么事情啊？哥儿正忙着追凶手呢。什么凶手？哎，你不知道，那些活不下去的妇孺你不是知道的吗？今天突然来了一批黑衣人，掠去20-30人，偏偏京城这地面上戒备这么严密，竟然半点踪迹也找不到。哥儿怀疑什么？怀疑京城还有人潜伏，并且都是高手。哥儿就感觉他们是奔着黑甲军来的。黄伯伯是不是也知道了街上贴着的纸张？我母亲的小字就叫婉清，你说巧不巧？黄伯伯，如果用婉清的话，
婉清一定在你跟前，或者是让人在你跟前说话了，让那些叔伯婶婶去战场。黄伯伯，这些事情上谁在你面前建议的最多？谁建议的最多？自然是大长公主。所以婉清这个名字有可能是借用。那么目的呢？打压盛家。如果盛长歌的黑甲军不能为天启所用，或者盛长歌出事，黑甲军会不会反了？若是和叛军一个阵营，木刚打了一个冷颤。歌儿，找你来就是问问你对于这个婉清有什么看法。黄伯伯，那个人是谁？黄伯伯一定是有数的。歌儿就是想，如果黄伯伯认定是歌儿的母亲，让歌儿下了大狱砍了脑袋，不知道会便宜了谁。黑甲军怎么办？与大越天竺西越的盟约怎么办？他们会不会翻脸不认账？北疆的舅舅怎么办？他说一句，木刚的脸色难看一分。那些都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楚王的儿子究竟是谁？楚王的儿子？今天歌儿去天牢了，大长公主和楚王吵架了，互相指责的时候，大长公主说楚王的儿子是个废物。盛长歌惟妙惟肖的把两个人吵架的事情学了一遍。歌儿，黄伯伯的身子每况愈下，你把穆北燕带在身边一些日子吧。他要是出事了，天启就无人了。黄伯伯感觉可能有人会对他下手，你就把他放在黑甲军里，直到京城平安。好，若是他不听话，歌儿揍他也没有问题吧？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你们关系好，黄伯伯乐于看到。没事，只要不缺胳膊掉腿。那就成，歌儿带着他了，保准他完好无缺。他身边有2个影卫。好嘞，会顺便调教一下的。歌儿，这事情有心人为之，肯定会牵扯到你母亲身上的，朕会和其他人解释的，你也要忍住。盛长歌笑眯眯的点头。盛长歌出了大殿，脸色就暗了下来。他的祖父盛国公木刚只字未提，去哪里了？做什么了？毫无讯息。你就这么出来了？不然呢？你希望你父皇和小爷我反目，然后小爷荡平天齐？穆北燕咽了一口口水，后退一步。想一想大越天竺西越，想一想北疆，一旦小爷入狱，小爷身死，什么后果？盛长歌惹不起呀。跟着走，你父皇把你交给小爷我了。北燕一个哆嗦。盛长歌长街策马的时候，路上已经有人指指点点了。这不过片刻的功夫，已经有人传播消息说傅凤华小字婉清。不对，傅凤华小字婉清，只有她丈夫儿女身边的人知道吧？怎么就随随便便传到大街上来了？真是古怪。栽赃罢了。人群里你一言我一语的猜测着，他们也不愿意往盛国公府泼脏水。以前盛国公定天下，如今他们太平是因为盛长歌。盛世子，我们相信盛世子人是清白的。盛世子，盛家一门忠烈，绝对干不出这事儿。盛世子不用放在心上，我天齐盛家绝对不会有那样的人。盛长歌一身红衣立在马上，竟然突然红了眼眶。他守护着的天齐百姓都知道盛家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也都能分辨出来是有人故意栽赃。而天齐的国君木刚竟然怀疑了，还想要给他治罪。多谢诸位，我盛家世代守护天齐，虽死不悔。只要天齐安好，百姓安好，盛家无憾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我盛长歌相信这天下自有公道，这人心里自有公道。好，我们相信盛世子。裴国公府贴出告示了，说裴家不信那个婉清是盛夫人，定是有人冒用。景王府也贴出来了，镇国公府也出来告示了，镇西将军府也有。不一会儿功夫，京城8成以上的官宦门口都贴了告示，力证傅凤华的清白。怎么样，感动吗？这天齐小爷没有白白守着。若是今日众人信了，扔菜叶烂鸡蛋，几大家族问罪，你当如何？你猜。盛长歌径直去了天牢，直接进去，拿了钥匙进去开了大长公主的牢门。盛长歌，你大胆！扇得大长公主嘴角冒血。盛长歌，你想要往小爷母亲身上泼脏水，可惜满京城的官宦百姓都不相信。你构陷小爷母亲和假楚王不清不白，也没有人相信。怎么样，高兴吗？
大长公主脸色苍白，气得嘴唇哆嗦。倒是你和堂长使不明不白的暗中养了一群面首，要不要小爷给你公布一下？你若不背叛天齐，人人不信。如今你背叛天齐在前，面首在小爷手上，自然人人可信。还有招，尽管来。回头看着呆愣的楚王，你也一样。小爷能够荡平列国，真的以为小爷是吃素的？砰的一声关上门。若你此时自己死了，算是享福了。你想都不要想，你死了，本宫也不会死。且等着看。盛长歌直接回了盛国公府，就看着司琴抱来一个浑身是血的女孩。这小丫头认出了人贩子，去跟踪人贩子，被打了。世子爷，城西区破庙有古怪，那里有火药的味道。看真切了？看真切了，那味道和鞭炮的味道一样，除了那附近的乞丐，其他的都不给进去，进去就打人。好好养伤，回头我还要用你呢。啊，那几个人呢？在地牢。盛长歌也不说话，一直走到地牢。盛世子，我们冤枉呀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让那老头过来。盛世子，老朽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呀，就在那里听着别人说话凑个热闹，抓我一个老头子干啥哟？盛长歌也不说话，一把扯下了老头的白发，露出来的是一张年轻的阴冷的脸。他一看到败露，直接跳起来就奔着盛长歌去了，绑。然后那人无力地跪在地上，两个胳膊已经抬不起来了。背后之人是谁？那人咬紧牙关不说话。是他给了我们银子，让我们说的。他让我们说傅凤华小字晚庆，说傅凤华和贾楚王想要私奔，所以杀死丈夫儿子。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傅凤华是谁。说吧。那个人咬紧牙关，就是不出声。穆北明、孟云清，不管是谁，如今他们都在死局里挣扎。你陪葬有意思吗？那人的脸色明显的变了，似乎在犹豫什么。一个流言而已，不至于要命。小爷黑甲军横扫列国，你以为谁能挡其锋芒？你真的饶我一命？说话算话，小爷耐心有限。沈之文，找我的是沈之文。沈之文，你且在这里养伤，回头自会送你出去。你没事吧？简婷，我要捅破京城的天，你呢？你只管做，后面有我。景灵最近似乎有点不正常，好的有点过分。他的阴阳怪气呢？他的高冷绝尘呢？还有他的3尺之外呢？这味道不错，好闻。这么近，不如摸一把。但是还是算了，小条子抽人很疼。景婷也盯着盛长歌蠢蠢欲动的手，摸吧，他等着呢。哎，盛长歌怎么转身走了？霆锋，本王的脸不好看吗？王爷一如既往的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。那盛长歌的手怎么不奔着本王的脸来了？以前是挡都挡不住。也许盛世子忙。景婷叹了口气，你真的对盛长歌有了心思？和你有关系吗？我被父皇托付给了盛长歌，以后朝夕相处，说不定能帮你说说话。你被你父皇托付给了盛长歌，你家那个老子不安分啊！本王试试你的功夫如何了，能不能自保？我不。于是穆北燕被狠虐了一顿。你丫的发什么疯？我做什么了？听风同情地看着穆北燕，你丫的还敢往盛长歌跟前凑？你都在王爷的小本本上出现了多少次了？景婷没有回答穆北燕的问题，而是施施然走了。你确定要笑话我？那个，起来，我请你去明月楼，去揽月楼，随便你去哪儿，我请。你说的。孟云清呢？在暗牢里。本王回府，你让陆院士来一趟，同时把柳院判抓了，送去暗牢。不要让他知道是谁干的。奏。话音落，2个蓝衣人过来，按倒孟云清就开始揍，没有任何交流，就这样开始打。你就不怕我对付盛长歌？你可以试试，本王等着。景婷，你喜欢盛长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啊。他是个男人，只要你听我的，只要你听我的，你永远都是摄政王。本王不需要听任何人的，也是摄政王。他是男是女，本王都心悦之。怎么？你有意见？一天断1根手指。景婷，你到底要知道什么？本王什么也不想知道。那你要做什么？我可以给盛长歌接骨，我可以。本王也没有那么需要。苗疆又不是只有你会接骨，其实本王也完全可以把你胸口的骨抽
连同你的心脏一起挖出来，养着就是了，也不费事。孟云清脸色一白，的确可行。他瘫软在地上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景婷却是什么都没有做，不疾不徐地走了。另外一间房间里，柳院盼在瑟瑟发抖。你是谁？想要做什么？当初你给盛长哥把脉疗伤，你发现了什么？我没有发现什么，什么都没有发现呀。一把匕首贴着他的脸颊飞过去。哎呦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！我说，盛长哥是个女子。你为何没有说过？当初王公公警告过我，如果不管好自己的嘴，小心诛灭九族。送他回去。寂静的房间里，拿下面具的人赫然是景婷。王爷，陆院士在大厅等着。孟云行一开始就是穆北冥的人，孟长云和穆北翼的事情，穆北冥让他做的，许他是后妃之位。后妃之位，穆北冥还真敢想。还没有穆北冥踪迹吗？没有。留心一下皇宫。大厅里，陆院士，盛长哥是个女子。他瞪大眼睛看着景婷。下官不能说。陆院士喝茶。王爷关心陛下，下官会告知的。陛下一切安好。陆院士从别国带过来的小玩意儿，带回去给孩子玩。黑甲军在盛长哥手里或者别人手里，他都不放心，不如收为己用。听风笑呵呵地送走了陆院士。景婷站在灯光明亮的大厅里，心里冰冷。黑甲军收为己用，让盛长哥嫁入皇家，盛长哥手里的就是皇家手里的。王爷，陆院士说盛长哥也曾被下了凤印。王爷，追远没有说，是不是没有查出来？复生完应该会解了凤印。听风，天齐的天该变了，那个位子也该换个人。华灯初上，盛长哥长街奔驰。这是怎么了？不要问，盛世子母亲被屈辱了，他还不能找凶手。放心，盛世子在，摄政王在，咱们就放宽了心。满大街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到处议论纷纷。神府，什么人？光天化日之下，胆敢私闯民宅？盛世子。那总管连滚带爬的往里跑，盛长哥眉眼弯弯的笑着，一步一步的往里走。盛长哥，你干什么？看不出来吗？小爷拆家。黑甲军直接上前，一路过去，柱子断，亭子塌，屋子里更是一片狼藉。盛长哥，你这是罔顾王法。是啊，小爷就是土匪，就是强盗，你去告小爷啊！转身往外走，从里面出来的黑甲军直接拎起沈志文就走。盛长哥，你这是犯法，我要去告你！我也是有功名在身的，我父亲是国子监祭酒，你竟敢这么做！你竟然敢！直接拎上马走人。公子被抓走了，快去找老爷，快点报官，报官呐！然而沈祭酒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护城兵马司和顺天府的人一听是状告盛长哥，砰的一声关上门。这些人怕不是有病。京城的一处院落里，盛长哥，你这是犯法！你以为你是谁？天齐京城不是你的天下！哼，不如你和小爷说说，你做了什么？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。有关我母亲的谣言，谁让你找人传播的？如此，小爷说的明白了吗？没有谁，就是我看不得你好。那就奏吧，直到他说为止。黑甲兵立刻上前，真的是拳脚相加，就这样打起来。沈之文开始还大声哀嚎，很快就趴在地上喊不出来了。何必受苦，不如说说到底是谁？小爷尸山血海里爬出来，从来不是善茬。我说还不行吗？是庆王找的我。盛长哥盯着他看了半晌，冷笑一声，不置可否。我说的是真的，真的是真的。不如你和小爷说说，你父亲去哪里了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他很少回来，总是说有事。有事？有什么事情？母亲生气，说他养了外室。今天我放你走，不要让小爷从你嘴里再听到半个不好听的字。盛长哥，当初你剥了我的衣服，难道不用对我负责吗？一屋子的人石化了，人家揍你呢，你对人家表白？你说什么？你当初脱了我衣服，让我裸奔，就应该对我负责。
小爷是男的。你是男的，我也喜欢。自从看到你女装的样子，我就朝思暮想。好，怎么个朝思暮想？吃饭想，睡觉想，就是和其他女人在一起，我都想成是你。你打我是不是关心我啊？人说打是亲，骂是爱吗？小爷竟然被人这么龌龊的想着，小爷想要杀人。门外飞来一把匕首，直接把沈之文拉着盛长歌衣白的手钉在地上。先回去吧，这个人给我的。小爷也是你能随便想的，脱你衣服，你值得小爷动手？就你那身无2两肉、弱不禁风、酒色掏空的样子，小爷还真的没眼看。对你负责，你配吗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无情无义，枉费我一片真心？不知道你的真心，小爷挖出来喂狗，狗会不会吃？盛长哥，总有一天你会匍匐在我脚下，一定会的，他答应我的。盛长歌只是冷笑一声。沈七九有问题，再找了。景庭转身看着听风，处理了。锦婷，你想要做什么？我爹是沈七九，我有功名在身，你们敢？你们敢？本王就是摄政王，杀个人有问题吗？谁来问罪？你爹吗？走吧，先去吃点东西，一会儿去城西。盛长歌翻身上马，和景庭一同往明月楼走去。 3个地方：西城区的废弃宅子、破庙，如今多了一个沈祭酒养外事的地方，还有皇宫。皇宫里有问题？再查。哎，盛长歌突然盯着前面的背影不动了。什么？我去就回，上明月楼给我备好酱肘子。景庭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盛长歌已经消失在人群里。盛长歌的手碰了他的手，他感觉到了那种沁凉的感觉。这个初夏的天气，他的手是冰冷的。他是不是应该找人给盛长歌调理一下身体？受了那么多伤，流了那么多血。景庭把缰绳绳给后面跟着的人，也追着盛长歌而去。盛长歌见了一家成衣坊，换了一身普通的男装，就跟在一个人的身后。这是穆飞烟。穆飞烟钻进一辆马车，盛长歌立刻跟了上去。穆飞烟的马车在大街小巷里转悠了几圈，终于确定没有人跟着，才奔着一个方向去了。他们奔着去的方向是庆王府。幽暗的巷子里，看到穆飞烟从马车上下来，直接从后门进了王府。盛长歌静静地站着，他总是感觉事情透着诡异，知道穆飞烟去了哪里就行了。至于里面，他还是不进去了。也许穆飞烟就是来吸引他的。盛长歌既然来了，怎么可以就这样走了？哼，你不知道，我等你很久了。哎呦，嫣儿啊，你可是想小爷我了？自然，我还等着你来偷呢。这偷不如偷不着，本姑娘惦记很久了。哎呀，你这小身板儿，不知道是不是和嘴一样厉害？不如陪着本姑娘喝一杯，这良辰美景当与家人作伴。好啊！盛长歌笑眯眯地跟着他往前走。盛长歌的手在身侧做了一个手势，进了小小的角门，往前方灯火通明的亭子里走去。小哥哥，坐吧，今夜让奴伺候你可好？小爷喜欢吃肉，不知道小哥哥是喜欢吃奴的肉，还是桌子上的肉啊？小爷比较喜欢你后面那个人的肉，煎炸烹炒都可以。夜色里慢慢走出来一个人。小看盛世子了，盛世子一直都是聪明人。过奖，论起演戏，不及王爷1/1000。盛世子过誉了，不知道王爷特意请我过来，有什么事情？不如我们合作。不知道王爷要怎么合作？你和你的黑甲军助本王一臂之力，本王以后允诺你想要的。以后允诺我想要的，这个饼画得够大。你不相信本王？不信，你上不了位。你怎么知道本王上不了位？你以为只要皇宫是你的，京城是你的，你就赢了？天齐还有穆北燕还有穆北庭，他们都上过战场，领兵作战比你厉害，人也比你多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京城内里的锦衣卫、武城兵马司、顺天府等，你能说得上话吗？哪个听你的？京郊的3大营，你有人吗？其三，行，我黑甲军可以不出手，一旦天齐京城动乱，西岳天竺、大约羌胡，哪个是你的盟友？真的以为他们会安分？
他们想的无非是吞并瓜分天启，你有能力抗衡吗？守这小小一城当土皇帝？盛长哥，你是小瞧我？不敢，实话实说罢了。你若是帮本王，小爷凭什么帮一个让天启陷入战火的人？这么说，你准备不识抬举了？你也配和小爷谈抬举？我盛梦裴景4大家上一辈人死于阴谋，幽山镇和其他地方无数士兵死于阴谋，天启的百姓承受了多久的战火？你也配和小爷谈抬举？凭什么？就凭你是个冒牌货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这话还要问出来吗？那不就没意思了。穆北冥死死地盯着盛长歌，你手里有什么？孟琪的叛军，大长公主的黑影，还是沈祭酒的什么？你生气是因为小爷猜准了是吗？盛长哥，既然你不同意，今时今日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你以为孟林渊、景亭、裴宣谁是吃素的？你放心，本王不会仅仅只有这些准备的。你收留的那些人，你的黑甲军，你的爷爷，你的母亲，你要哪一个？还是都不要？穆北冥，你知道招惹小爷的后果？你都死了，谈何后果？我去，穆北冥竟然是会功夫的！亭子顶端突然就落下来一个铁笼子，这就是你的手段？你的黑甲军的令牌呢？只要你交出来，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好好活着，不然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小爷不交，你要如何？那就去死！黑甲军群龙无首，本王看你能够如何？沉下去，淹死盛长歌！穆飞烟拉着他就跑。盛长歌心里暗骂穆北冥有病，这个铁笼子真的随着小亭子往水池里沉下去。你们都别顾着打架了，看看你家统领我要成水鬼了！景亭直接一把抓住笼子的顶端，用力向上提，笼子太大太沉，拉着景亭也往下沉。主管！立刻有人扔过来一根竹管，用这个呼吸，别怕。更多的黑甲兵跳下水池，想要从下面去托起笼子。杀了他们，快点杀了他们！盛长歌和锦亭都在池塘里，不要让池塘里爬出任何一个活人。只要有人冒头就射箭，一时也有3、4个黑甲兵中箭。景亭直接潜入水底，抓着笼子，用匕首割着铁笼子。穆北冥看了看平静的池塘，大概他们都要淹死了，已经很久了。一挥手，急速逃跑。他的人不能都折损在这里，而平静很久的池塘，水花四溅。盛世子和摄政王还没有上来，几个水性好的立刻潜水下去。景亭指挥人用力地拽倒铁笼子，把底部的木板用匕首捅了一个洞。而笼子里的盛长歌突然脸色苍白地捂住自己的肚子，他的腹部在剧烈地疼痛着。奶奶的，大意了，今日不会命丧于此吧？那木头被好几个人这样用力地踹，终于破了一个洞。叫追月。追月和思燕都赶了来。世子爷哪里受伤了？怎么有血？大腿吗？追月需要热水和汤婆子。追月疑惑地出去了。思燕快速地给盛长歌换好衣服，竟然在这个时候，景亭这个时候才有了后怕，说是刚刚来迟一点。那盛长歌他不能去想那种结果，只要一想，胸口就像是被用手抓住了一般，剧烈的窒息感。王爷，宫中有事。皇宫的方向火光四起，紧接着就是轰隆的声音传来。现在去吗？等本王休息好吧。破庙废弃的宅子都布局好，随时准备先吧。全城搜捕沈祭酒，另外告诉京城各府衙静观其变。思燕从屋子里出来，景亭立刻迎上去。燕姨，她没事吧？哦，没事儿，就是身子骨弱，受了寒气。他进去看了看昏睡的盛长歌，看着捂着肚子的汤婆子，转身出来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脉象像是女人来癸水，可是盛世子是男人呀，难道和蛊虫有关？景亭如遭雷击。问问燕姨需要什么，只要府里有的都送了。他家长歌从此真的是个姑娘啦。皇宫被包围了，锦衣卫和那些黑影浴血奋战，依旧没有抵抗得过对方人多。王德，让开吧，本宫给皇上送些吃的。淑妃，陛下吩咐了，今夜谁也不见。这时低低的笑声传来，就看到穆北冥一身明黄衣服走来。穆北冥穿的是龙袍。王公公是在等人吧？王德只是看着他。盛长歌和锦亭死在庆王府的池塘里，包括盛长歌的黑甲军，不然何至于朕都到了乾清宫，他们还没有出现呢？
至于裴家，似乎不愿意趟浑水。朕许诺裴国公，以后他依旧是国公。孟家没人了，所以你在等谁呢？哈哈哈哈哈！谁敢和朕争锋？漠北亦废了，漠北庭残了，如今在南楚鞭长莫及，漠北燕吗？烂醉如泥，早已被绑了杀了。你们等谁呢？这天齐，这皇位，舍我其谁呀？王德等人看着沉寂的京城，陷入了沉默。穆北明哈哈笑着，一步一步走上台阶。有抵抗的工人都会被立刻斩杀。王德挥挥手，带着剩下的工人颓然地站在一边。逆子，你敢谋反？逆子也罢，孝子也罢，父皇，没人了，你这位子不给我，难道便宜外姓人？你真的杀了他们？为了布局杀他们，儿臣真的是费尽了心思，终于得偿所愿。父皇，你高兴不？皇兄应该高兴啊！成王败寇，今日也送给你，小子不错。木刚眼睛睁大，耳边想起盛长哥说过的话：楚王有个儿子，那么淑妃10几年前就已经背叛了他。哼哼，皇侄儿应该高兴。当初你纳了楚王喜欢的女子为妃，应该会想到今天呀，借你的手，名正言顺地养出一个皇子，一个王爷，一个皇帝，你居功甚伟啊！木刚噗地吐出一口血，一双眼睛里都是愤恨。父皇，写传位诏书吧。难道你希望你养大了敌人儿子的事情传遍天下？为了天齐安稳，写吧。朕不会写。穆北明，这皇位不会是你的。淑妃柔柔一笑，拿着茶杯盖子在茶杯上敲了起来。木刚却是一惊，胸口剧烈的疼痛起来。不如皇上告诉臣妾，你给景廷的是什么旨意？或者告诉臣妾，你这绿帽子带着欢快吗？朕要杀了你！臣弟来帮忙。楚王上前，让人布好笔墨纸砚，握着木刚的手，开始写传位诏书。黑影，转眼殿内就出现很多黑影。你什么意思？呵呵，不如写传位于大长公主。至于你们一家3口，奸夫淫妇孽子，不如去死！你要夺位，在天牢你就频频辱骂诋毁，如今你竟然想要夺位，有何不可？你能做的，这个司通生的孩子能够做的，本宫为何不可以？哼！拿下！就看到黑影过来，直接抓住了楚王、淑妃和穆北明，而大长公主自己却抓着木刚的手去写诏书。等到大长公主写好了诏书，揪着木刚的衣领问玉玺的下落的时候，姑祖母，怎么办呢？玉玺在我这里啊！大长公主扑上前就去夺玉玺。你怎么会有？你怎么可能？她给晋明泰的黑影令竟然在穆北明的手里。这天下哪有什么不可能？年轻力壮、名正言顺的皇子，难道不比你外嫁的长公主更加能够说服人心？黑影，杀了他！黑影，杀了他们！然而那些黑影面无表情地站着，一动也不动。大长公主残害忠良，意图叛国谋反，拿下！话音落，黑影上前直接把大长公主拿下。本宫竟然被一条狗咬了，本宫竟然输给了一条狗。等你死了再去好好想想怎么给我们铺路的。皇兄你也不要气，会气死自己的，反正也是你养了20年的儿子，不亏。不过臣弟还要感谢你养着臣弟的妻儿。木刚再次喷出一口鲜血，整个人颓然地倒了下去。天齐京城一夜人心惶惶，清晨却是发现大街小巷一片安然。大臣们忐忑地上朝，就发现上面坐着的人
变了。大臣们面面相觑，环顾四周。裴国公今日没有来上朝，摄政王也没有来，盛长歌和穆北燕也没有来。昨夜陛下身体不适，已传位于庆王殿下。臣等想要见见陛下。杨太傅这是何意？王爷说是已得陛下传位，臣等自然欢喜，但是也要求个名正言顺，理所当然。给杨太傅看看传位的旨意。那内侍立刻奉上了圣旨前来，在众臣面前展开。字是木刚的字，许是因为病重，笔划虚浮了一点儿。臣拜见陛下，陛下万岁，万万岁！爱卿平身。老臣拜见陛下。后面的大臣看着他们跪下，也跪下行礼。朕知道朕年轻，事情发生的又突然，各位心里定然嘀咕，可是朕是临危受命，也是没有办法。陛下，臣等是尽服的，毕竟大皇子已经被废了，三皇子断臂，残缺之人不可为帝，而四皇子的母妃是鲜卑公主，于情于理都应该是陛下继位，相信先皇也是这么想的。今日喜庆，但臣还得请陛下给臣做主。臣的儿子不知道是怎么得罪了圣国公府的圣世子，昨夜圣世子闯府打砸抢之后掠走小儿，至今没有任何消息，请陛下给臣一个公道。且不说臣有官职，就是小儿也是有功名的人，但是谁给他的胆子如此行事呀？唉，这个公道朕怕是给不了你了。昨夜大长公主的旧部劫了天牢，意图谋杀朕，盛长歌和景亭为了救朕已经战死了。朝堂一下子乱了，盛长歌死了，这才是大事情。不过大长公主和她的人手已经尽数被捉拿了。唉，朕没有想到呀！朕姑祖母一心记恨着皇祖父没有传位给她，想要这天齐。为此他联合南楚，让驸马回归南楚皇室，让晋尚书当了南楚的皇帝。如今叛军和南楚新兵都是大长公主的手笔，他就是那个晚庆，咱们天齐的名将都是死于他的谋算，就是想要天齐无人可用，他就可以彻底的占据天齐呀。这是昨夜朕到的时候，大长公主逼着父皇写的。父皇因此被气得吐血，昏迷不醒。内侍捧着那圣旨，在大殿走了一圈，那圣旨上果然是皇上的笔迹，还有斑斑血迹。今日就将大长公主问斩，告为天齐英灵，震慑南楚余孽。整个京城喧闹起来，皇帝换人了，好吧，这个可以忽略。问题是大街小巷贴满了告示，大长公主谋害忠良，背叛国家，害死无数天齐儿郎，意图谋反的累累罪行都被公布了出来，甚至是盛国公、盛长歌和景亭都在昨夜死于他的谋反之中。新皇直接宣布凌迟，以为天齐将士忠魂。囚车从皇宫里出来的时候，大街小巷已经围满了人，囚车过处，谩骂声不绝。他想要骂人，想要争辩，但是穆北明已经割了他的舌头。他的后面，晋明泰也在其中，唯独不见晋明齐。圣世子呢？你把圣世子怎么了？你还我们圣世子，还我们的摄政王！有的人甚至已经开始哭了。穆北明啊，穆北明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本宫在黄泉路上走慢一点儿，等着你们一家三口。大长公主被带到了菜市口，她就直接窜起来，抽出侍卫的腰刀抹了脖子。哪怕是死，她也绝对不允许有人这么侮辱她。小爷怎么就死了？穆北明做梦都想咱们死了，所以现在咱们就是死了。落水了就一定会死，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干什么？你确定你没有被附身？药膳对你的腹痛有好处。这丫的不会知道她是女的了吧？暖玉，带着养身子，等稳定下来，给你弄张暖玉床了。这怎么回事？你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所谓五谷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景亭忍了又忍，终于还是没有忍住，抽出小条子。不是吧？
以前感觉你闹腾，现在感觉你那么闹腾也不错。本王不会再打你。真的不打我了？不打了。盛长歌嘿嘿笑着，伸手飞速地摸了景甜的手一把。啊，温热的如玉的触感，不错。景甜愣了一下，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真的不打了？不对，这丫的脸色微微红了，耳朵也红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不是心悦你啊？不可能，你忘了大黑追了我8条街，忘了胳膊被卸掉，忘了稻栽葱种在雪堆里了。他说的不喜欢我。行了行了，你不打我了，以后我也不骚扰你了，咱们是好哥们。景甜的脸色有点不好，他都准备好了。他说不骚扰。那个景哥哥，你说长宁郡主那娃是咋回事啊？景甜的脸再次黑了，他是怀疑他的清白。那个小爷怎么酒醒来变天了？不是变天了，那是什么呀？大长公主死了，穆北冥当皇帝了，不是变天是什么？你们改主意了？不打算让我上了？在你那个好二哥那里，咱们都死了，我淹死，你醉死。他脑子是有粪便吧？话说他都上位了，我就当个闲散王爷吧。霆锋，揍一顿，让他认清现实为止。霆锋果然进来，按倒穆北燕就揍。王爷的小本本上都上了很多次了，你还敢动手动脚？我去还不行吗？他上位，那些暗处的都会迸发出来，就当做是一次洗牌，不然那些隐藏的很深的，以后还是个问题。对了，那个不是你哥哥，人家是楚王的儿子，你伟大的父皇亲自替人家养大，让人家有名正言顺即位的权利。这帽子戴的，我那可怜的父皇怎么了？宫中封闭，无人知晓。统领，王爷，宫中角门出来一顶小轿子，上了马车，出北城门了。北郊行宫，不如咱们去溜溜。你休息，我们去。不行，我爷爷还没有找到呢。那行，不可妄动。本统领也是身经百战的好吗？你们在打情骂俏？谁打情骂俏？我们是兄弟，懂吗？兄弟这个梗过不去了是吧？都不一样，怎么兄弟啊？你丫的打我！你丫的前途渺茫，兄弟，好兄弟。关着，今天不给吃。嘚瑟的有点过火了。思琪呢？让思琪出来，和小爷聊聊。可以呀，要银子。你是不是感觉景婷看着你家统领的目光有问题啊？端起盛长歌没有喝掉的粥，慢慢吞吞的喝着。哎呦，不错啊，燕窝啥的啥都有，口感也好。是呀，小的也感觉王爷似乎心悦我家世子爷，以前都放狗追的，卸胳膊的，今天世子爷摸他的手一下，他竟然脸红了。孙燕站在门口，一言难尽的看着聊得欢快的两个人，他要怎么告诉穆北燕，那一碗快要喝完的粥是药膳，是专门给特殊日子的女子调理身体的。继而一惊，难道景婷知道盛长歌是女子了？这事儿是不是要和夫人聊聊？景婷和盛长歌一行换作平常打扮，坐着马车出了北城门。马车疾驰，超过前面那辆普通的马车的时候，赶车的似乎是总是跟在淑妃身后的那个宫女。马车里不仅仅有淑妃，应该还有一个男人。姓穆的都挺能折腾的。若是太闹腾不安生，就换个安分的做。小爷也这样想，希望穆北燕不要让我失望。小爷将来可是要做有钱有势的国公，养一府美人，大块吃肉，大口喝酒的。你将来不成亲？成什么亲？小爷收养了那么多孩子，挑2个姓盛就好了。那老头保管很乐。看来拿下盛国公和盛夫人是势在必行。眼前这位当初聊着他倒是热闹，却根本是个无心的。唉，你叹什么气？是不是你有喜欢的人不喜欢你？其实你想想，和商洛喝花酒不错，也可以随着他家商号周游世界。实在不行，就娶了一片痴心的云华也行。虽然对不住他，但是小爷会好好疼他的。回去就安排云华相亲。王爷，他们的的确确是去了行宫。咱们怎么进去？你丫的不能出声提醒一下。景婷，糟了，光顾着看戏忘了警戒了。
他们说你死了，你还活着，真的还活着。多谢郡主，本王尚好。你若是有事，我和孩子……郡主和孩子自然有孩子的父亲担心。话音落，径直往里面走去。景婷，你就不怕我？送给裴国公。母后，这是……母后，是儿臣啊。你是义儿。母后，是儿臣，儿臣来看你了。你皇兄肯放你了，母后高兴啊。皇兄身体不好，让大长公主气得吐了血，如今昏迷不醒，儿臣不该鬼迷心窍听他的，儿臣不知他竟然叛国。唉，贪心不足蛇吞象，你看苍天饶过谁？母后，如今一切太平，明儿年幼，还请母后回去指点指点。何况母后不回去看看陛下吗？唉，哀家年纪大了，久不闻前朝的事情，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安享晚年。皇上既然传位给了明儿，那就好好做，心系百姓，做一个好皇帝。